怀天沙为了救你，去找了温归，他却急急忙忙带着阿依娜躲到城外去了。怀天沙亲眼看见，追都没追上。他总算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。我看这个温归，自从有了阿依娜，他就不管你了。我被自己的夫君关在这里，怎么能怪别人呢？温归不掺和我的事情，挺好的，省得他又为我做出什么破格的事情来。再惹怒了昆弥，不好。那你怎么办呀？我自然有办法。经过了这么多事，温归终于可以和阿依拉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。我没关系，会好的。去告诉所有的人，不许去找温归，也告诉怀大哥，任何情况下不可以轻举妄动，不能做出冲动的事情，记住了吗？姑娘，时候不早了啊。记住，任何时候不要轻举妄动。公主，你保重。去吧。拜见昆弥，我等奉吾皇旨意，前几日就已经向昆弥要人，可是昆弥说要自己拿人。为了两方邦交，我等已经让步。昨日就该将叛将李陵交予我等回去复命，可是昆弥却一拖再拖。关于此事，我希望昆弥能够给一个说法。昆弥，义律将军求见。拜见昆弥。昆弥，他是匈奴大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哎，周将军别急，这不是在长安，也不是在匈奴，这是在乌孙。来便是客。义律将军突然到访，是有何急事吗？我是奉大单于的命令，特来将我右校尉李陵带回去。那李陵乃是我大汉叛将，不顾祖宗颜面，做了你匈奴的走狗，理应由我押回长安，论罪处斩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！我匈奴单于的女婿，岂容你说斩就斩了？此行我带来3000精兵，要想带走李陵，先过我这关。我敦煌驻军3万有余，要想一战，我等愿意奉陪。哎，好了，二位将军，别吵了，这个是在我乌孙的朝堂，请各位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。我乌孙向来中立，做事情从来不偏不倚。可现在这李陵只有一人，你们说我该怎么办？交给我，让我带回去。不，交给我，让我带回去。交给我。哎，二位别争了，再怎么争，这人只有一个，无论交给谁，另一方都会失望。要不这样，二位先回去，再休息几天，啊，等我跟我的大臣们再商议一下，给二位一个两全其美的答复。昆弥，我大汉军令如山，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把李陵带走，可是昆弥却一拖再拖，拖到现在都不放人。我违背皇命事小啊，若是皇上知道此事，龙颜大怒，到那时候会是什么后果，我可就承担不了了。大胆！你竟敢威胁昆弥！末将不敢，忠言逆耳，末将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昆弥，我连夜赶来，也是奉了大单于的命令。若今日不能将李陵带回，大单于那儿我也没法交代。那好吧，既然二位将军都逼着我要人，
右大将，臣在。把右夫人带上来。事情因她而起，也该由她给二位一个交代。喂。解忧给昆弥请安。右夫人，这位就是敦煌都尉周将军，他是为李陵的事而来的。拜见公主。周将军收到你的书信，奉了汉帝的旨意，特地来捉拿李陵回去。而这位义律将军，也是奉了大单于的命令，要把李陵带回去。他们二人都向孤要人。你说说，孤该怎么办？二位将军，李陵已经走了。什么？我已经把他放走了。公主，不是你写信让我等里应外合，一起将叛将李陵抓回长安吗？你为何？你说放人就放人，本将偏不信。李陵一定还在乌孙。解忧所说句句属实。那封密信不是我写的，而是有人借我的名义想陷害我。昨天夜里我已经放走李陵，他现在已经远离赤虎城，远走高飞了。李陵可是违背了大单于的命令，私自来到乌孙。大单于让我将其押回，他人到底在哪儿？天下之大，何愁没有藏身之处？他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他会去哪儿是他的自由，我只知道他已经走了。公主，你可知道，你这么做是犯了欺君之罪啊！解忧之罪，而且是犯了欺君之罪，欺骗了2位君王，所有罪责解忧一人承担。2位将军不如把消息放出去，解忧在大牢里随时等候处置。昆明，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，你可以下令让我回大牢了。2位将军听到解忧所说，人他已经放走了。为了尊重两国，孤已经将他暂且收押，现在就等大汉和匈奴的回复，对他再做处置。好了，今天朝会就到这儿吧。退下。喂。这么一来，解忧私放李陵的事儿会传遍天下，到时候乌孙、大汉、匈奴都不会放过他。没错，这都是夫人运筹帷幄、安排妥当的结果。我只是没有想到，他表面上看起来柔弱，胆子居然这么大，竟敢在朝廷上承认罪行。他肯定是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，所以才无所顾忌。越是无所顾忌的人，我们越要小心。从现在看来，我们的计划还算顺利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我们还要加把劲儿。夫人怎么说，小侯怎么做。不是安排好了吗？你主外，我主内，现在就该看我的了。母后，来了，拜见昆弥。不用了，你有孕在身，
坐下吧。孩儿给母后请安。昆弥最近是否有许多正事？到我这儿来的次数，可比以前少多了。孩儿最近一直公务繁忙，所以没能抽出身来，请母后见谅。昆弥如此辛苦，你也不想想，是谁给你带来这么多的麻烦？母后，您都知道了。哼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啊？你的右夫人已经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不是都已经坦白了吗？不要说我这个住在宫里的老妇人，恐怕就连乌孙草原上的放羊娃都已经知道了刘解忧的事。母后，儿子，我想说一些话，也许不中听，但都是为你好。你从小到大一直是刚毅果决，待人接物有主见有分寸，从来不会因为感情影响理智。可唯独这个刘解忧，自从他进到宫里来，一连好几件事，你都因为他的举动影响到了你的决定。过去的事就算了，但这件事你一定要谨慎，万万不能感情用事。你要知道，这件事已经不是乌孙的家事。对刘解忧，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偏袒，一丝一毫都不可以。母后，对待后宫，孩儿一向是一视同仁，从未有过偏袒。好，你既然说一视同仁，我就想听听，你对刘解忧是想怎么处置他？处置的事情不归我管。这回刘解忧犯的是滔天大罪，大汗和匈奴那边过几日就会有书信来，到时候便知怎么处置他。只要你别再心软，怎么处置刘解忧，自然会想出一个办法。哦，我还要提醒你一下，左夫人的孩子就要出生了。你既然说要一视同仁，那就要考虑到乌孙的未来。母后提醒的是，孩儿一定谨记。起来吧。昆弥，我与右夫人情同姐妹，如今她犯了大罪，我想去看看她，陪她说说话。虎姑心地善良，还念着她们姐妹情谊，昆弥，就让她去吧。母后吩咐，孩儿一定照办。谢昆弥。不过你得记住，解忧被关在哪儿，不得向任何人透露。昆弥放心。是我。左夫人。对呀，我来看看你，在这住的还好吗？好啊，清清静静的。听说你的所作所为，我心里佩服，所以过来看看你。我们俩现在是见一面少一面了。解忧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应该做的。左夫人现在有孕在身，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妹妹，
那封信是我写的。真是你。对呀，一封写给李陵，一封写给汉君。我刚刚说我佩服你，是真心的。我伪造书信引来李陵和汉君，又告诉匈奴，本来是想让昆明治你一个擅自做主、私通汉朝的罪名，没想到你的胆子这么大，居然擅自放走李陵，惹怒了昆明不说，还得罪了匈奴和汉朝，你这不是找死吗？这段时间我在大牢里，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，我就可以想一想过往的经历，什么事情是该做的，什么事情是不该做的。关于放走李将军这件事情，我想了很多遍，就算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我还是会这么做，因为他是我的朋友，是我的恩人。我刘解忧做事从来都是问心无愧，我愿意接受昆明的一切责罚。你认为昆明会责罚你？我告诉你，他不会责罚你，他会杀了你。因为只有杀了你，他才能继续做他的昆明，才能给匈奴和汉朝一个交代。这就是政治。政治没有中间地带，你不用抱任何幻想。姐姐想多了。我希望昆明能够处死我，我希望他处死我以后，可以将我的尸骨运回我的故乡。这是我唯一的心愿。解忧，如果你要求我，我可能会在昆明面前帮你美言几句。我不会求你的，因为今天我明白了，死去不一定比活着还痛苦，真的。你怎么了？不用你管。你这样头疼多长时间了？怀孕时头疼非同小可。快告诉我，这个症状我也曾经有过，我也曾经有过孩子，我可以帮你。已经有2、3日了，每日都有4、5次，找太医看过了，可是还没见好。你这个症状非比寻常，不能用普通的方子，你去找医硕，让他帮你诊治。我才不要找汉医呢！别想来害我的孩子。也是啊，像我这样将死的人，不知道哪一天就会置你和你的孩子于死地，还是防着点我好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是好好想想你自己吧。我的孩子一定会平安出世，未来当上无孙的昆明，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向昆明求情吧。恭送左夫人。温归，这是刚刚做好的肉干和奶酒，尝尝吧。哎呦，说好了我照顾你的，怎么又变成你照顾我了？哎，这汤泉泡完之后，头疼有没有好点？我让夫人歇着，可她偏偏不肯，非要亲手给将军您弄，说我们弄得她不放心。就你话多，先下去吧。喂，我呀是怕他们做的不用心，哎，我来，影响了我们出游的好心情。怎么会呢？自打出来这几天，没有了王庭和军务上那些烦恼，我这心情好得很。我这想起来好像很久没过过这样的日子了。只要你舒心就好了。
其实这几天你陪着我呀，也是我结婚到现在最幸福的日子。我真想可以一直这么过下去。说不好，之前这么长时间以来都没让你得到过这么简单的幸福，对不起。看你说的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只要你陪在我身边，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翁归，我想给你一个全天下最幸福的家。来，其实我知道，你心里还是有很多东西放不下。我并不打算代替他，我只是希望你可以知道，别人的东西终究是别人的，你该珍惜属于你自己的。我会的。所以，过去的那些，我们就让它过去吧。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你干嘛去？哦，我命人拿羊肉和草药炖了汤，我去看看炖好了没。那让小一去就好了。我去吧，这一直以来都是你在照顾我，也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好好照顾照顾你。那好，多谢夫君。将军，汤弄好了，我正要给夫人端过去。我要的东西呢？哦，快点。将军，要是夫人发现，您可千万别说是我给您的。哎呀，这是酒香啊！哎呀，你听说了吗？右夫人出事了。啊？哎呀，是吗？啊，没想到右夫人这次惹了这么大的事儿。是啊，听说都被关进死牢了。啊，拜见将军，拜见将军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们没说什么呀，将军。是啊。你们刚才说，右夫人被关入死牢了。大人，您听错了吧？小的们真的没说。但饶了我。刚才到底说什么？告诉我。我说实话，要不然我掐断你脖子。王贵，你放手！放手！你放开他！是我不让他说的。是你。是你让他们故意隐瞒我的。是。解忧他到底怎么了？不是我故意要对你隐瞒解忧的事儿，我是怕你受牵连。解忧他到底怎么了？解忧私通汉朝，骗来匈奴单于的女婿李陵，想将他送给汉武帝，可不知道为什么他又私自放走了李陵。现在大汉和匈奴都在向乌孙要人，昆明已经把他关起来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呢？王兄他怎么会如此冷酷无情呢？这事都怪解忧他自己。你想想，如果你是昆明，怎么能接受自己的夫人骗自己呢？你去哪儿？放开我阿依拉，我要去救他。不，你不能去，你会受牵连的，你根本救不了他。即便我救不了他，我也总比待在这里什么都不做要强。王贵，王贵！驾！驾！你真的没办法？真的没办法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我当然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可是你知道现在乌孙是什么状况吗？先不说解忧以前的事，就说他放走李陵这一件事，就给了大汉和匈奴向我乌孙出兵的借口。现在乌孙已经处在两难的境地了。她是你的夫人，是你的妻子，你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护她。可我现在要保护的是乌孙，是乌孙。他人呢？在牢里。你真的为了乌孙要牺牲解忧？你要真这么做，我可不认你这个哥哥！住口！这是一个你当弟弟该说的话吗？
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你最好也别管。只有2封信，你自己看看。一封信是汉帝寄来的，让我把解忧押回长安；另一封信是匈奴大单于寄来的。你不会真的要把解忧交给匈奴吧？王兄，你知道我从小到大从来不求人。不是我不救他，是我根本救不了他。我再问你最后一句，你救不救？这事儿你得去问匈奴大单于和汉帝。你不救，我救。站住！马子，传我令，让右大将严加看管刘解忧。出谷之外，任何人不得接近牢房。违令者，格杀无论。王兄，你不仁，我却不能不义。这次即便是拼了性命，也要救他。王贵，王贵！这把匕首你带好，只要你把它带在身边，无论你走到哪，我都会找到你。你说了，只要我带着这把匕首，不管我走到哪，你都会找到我。你找了吗？你找了吗？翁贵回来了，来接他的解忧，哪怕是到天涯海角，哪怕没有回头路，我也要带你走。将来，你的身边会有个我，我的身边也会有个你。不是我不救他，是我根本救不了他。这事儿，你得去问问匈奴大单于和汉帝。翁贵，翁贵，昆明，昆明。翁归反了。故事到了，你下去吧。
诸位，你们都是跟随我多年，出生入死、并肩作战的兄弟。我知道，若是在平时，无论我说部队杀向何方，你们都会即刻动身，毫不犹豫。无论我说我们要向谁发起攻击，你们都会奋不顾身，以命相搏。可是今天，有些事情我必须要跟你们说清楚。今天我们将要进攻的地方是我们的家乡，是我们的都城赤谷城，而且我并没有昆弥的授意。我翁归是擅自起兵，你们知道，擅自起兵将会被视作是谋反。可我并不是要造反，我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右夫人解忧公主她被坏人陷害，我们的昆弥她听信谗言，把解忧公主关入大牢，说要即刻处死她，所以我必须要赶回去救她。我知道你们都是乌孙的好男儿，你们对我毫无条件的信任，所以我也必须给你们一个交代。一旦失败，我们将被视作是乌孙的罪人，你们的名字将永远刻在乌孙的耻辱柱上。今天若是任何人不跟我走，我翁归绝不阻拦。可是有几句话，我想问一下各位：是谁不远万里来到乌孙，为乌孙带来了和平？是解忧公主。大声说，我听不见。是解忧公主。是谁关心我们、爱护我们，对待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？解忧公主！是谁在我们进攻大渊的时候，在我们缺少粮草的时候，变卖自己的嫁妆换来粮草，送到前线救了我们的命？是解忧公主！是谁为了前线将士们的性命，丢掉了自己的孩子？是解忧公主！不错，是解忧公主。我翁归和你们一样，受过公主的恩惠，这条命是公主给的。今天要走要留，你们自己说了算。命是公主给的，我跟你走。解忧公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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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们，解忧公主！给我杀向赤谷城！解忧公主！解忧公主！解忧公主！殿下，让兄弟们再送你一程吧。不必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记住，给你留着2万精锐，可不是吃干饭的。时刻注意匈奴动向，若有任何异动，记得随机应变，事急从权，可先斩后奏。喂，这。
禀昆明，翁归殿下派人送来书信。昆明，文归让我释放解忧，清除奸佞，如若不然，他就攻城。翁归殿下真是糊涂。昆明关右夫人那是为了平息匈奴和大汉的怒气，怎么会真的处决她呢？他哪懂孤的苦心，他就知道威胁孤。庶子不与为谋，我倒要看看，我不放解忧，他敢不敢攻城？昆明息怒，木哈自以为翁归殿下万不敢有这种大逆不道之举。不用你替他求情。传我令，命右将军点起兵马出城迎战。只要温归敢靠近一步，就把他杀个片甲不留。喂，温归带兵到了赤谷城外。是啊，昆明已经派出右大将出门迎敌了。右大将倒算是会打仗，可温归骁勇，乌孙无人能敌呀。除非是昆明亲自挂阵，要不难有胜算。你说这温归真要是杀回赤谷了，那第一个就得拿我开刀啊。那紧接着就是夫人您呐。闭嘴！父王动作好快，看来早就有所准备。你先下去吧。此二处兵力薄弱的地方，更加要严防死守。将军，你听，外面有马蹄声。出去看看。阵法严密，必定是右大将安索克。他还真是粗中有细。此人惯用骑兵，你们要加紧人手布防，以防他深夜袭营。喂。解忧，我不能让你出事。可是你会怪我吗？这次我可真是无路可退了。牢头大哥，牢头大哥，哎，今天外面怎么这么热闹啊？想必右夫人还不知道吧？温归已经带兵到赤谷城下了。温归？对，说是为了您夏囚的事儿，才兵伐赤谷城的。这可不是小的说的啊，我只是道听途说而已。谢谢夫人，谢谢夫人。昆明，听说温归牢头大哥，牢头大哥，哎，麻烦你帮我打一盆水来好吗？这，万一昆明一会儿来看我，我总要梳洗一番。行，小的这就去，您稍等一下。
昆明，什么事儿呢？这么着急啊？啊？哎，夫人不用回避，坐下。说。回禀昆明，斥候来报，匈奴大单于以帮昆明平息温归叛乱为由，驱甲8万，直奔我乌孙边境而来。昆明，听说温归……顾今天不想听到这个名字，是我多嘴了。没关系。我到夫人这儿来啊，就是想透透气，换个心情，然后看看咱们的孩子，啊。虎姑能让昆明换个心情，是虎姑的福气。果瑞亚，去看看羊腿好了没有？喂，昆明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着急啊？啊？哎，夫人不用回避，坐下。说。回禀昆明，斥候来报，匈奴大单于以帮昆明平息温归叛乱为由，驱甲8万，直奔我乌孙边境而来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匈奴大单于驱甲8万，直奔我乌孙边境而来。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温归这个时候就在城下。匈奴这个时候出兵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岂有此理！匈奴这个时候出兵，那大汉一定也会出兵，到时候就是3方大战，乌孙被夹在中间。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境。匈奴军情，你是不是早已知道？是。前几日收到父王的书信，刚刚本想禀告昆弥，可是昆弥不让。你是要去找他吗？你很聪明，但是有时候太聪明，不是好事。还梳妆打扮了一番，看来你是知道姑要来啊。解忧给昆弥请安，昨日夜观天象，算出昆弥会来看我，所以特意梳洗打扮一番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儿跟我贫嘴？解忧知错，我听说了城外有一些变故，所以猜想无论如何，昆弥也该来一趟了。真是个个聪明，但是个个都不让我省心。您说的个个，
是指我和胡姑吗？好了，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。我现在给你个机会出去，只要你在群臣面前认错，陈词罪己，胡姑答应原谅你的话，我就放你出去。为何要我跟胡姑认错？我是放走了李陵，但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我不认为我做错了。如果换做昆明，你的朋友有难，你是救还是不救？好生不懂事的丫头！你知不知道，匈奴大单于亲率8万铁骑，正向我乌孙而来。昆明让我跟胡姑认错，是希望胡姑劝匈奴退兵。何苦右大将和温归不打便可？胡说！温归是犯上作乱。现在右大将跟他两军对垒，刀剑出鞘，怎么能不见血？不过我告诉你，就凭温归，他休想进得了赤谷城。那是自然，有昆明在，谁能拿下赤谷城？只是我认为，昆明这个时候担心的不应该是温归，你现在担心的应该是大汉和匈奴在乌孙这块火焰上加一块柴火吧。所谓釜底抽薪是最好的办法，没有了这块柴火，这火怎么也烧不起来。所以恳请昆明让解忧出去，劝温归退兵，为昆明解忧。不行，有你做说客，无论成败都会遭人非议。都这个时候了，昆明还怕遭人非议？赤谷城有难，这是国事。那我问你，你这么做是想帮我呢，还是想帮温归？解忧，解忧愿竭尽全力救乌孙于水火之中。好，我答应让你去，但不是劝温归退兵，而是劝他投降。明天日落之前，你让温归独自来见我，向我请罪。否则，我宁愿拼个2败俱伤，也要让他丧命在赤谷城下。解忧明白。前面就是右大将的营寨，将军温归的营寨，必须要从这儿走。可是这么近，不是很容易被发现吗？不能绕远走吗？不行，公主，再往西咱们就下河了，只能从这去。对啊，城西是伊烈水，水会映出我们的身影。看来我们只能拉着马，从这里悄悄过去。啊，走，上马！这。等等，我有右大将令牌，尔等还不放下弓箭？这位兄弟，你怎么会有右大将的令牌？关你何事？右大将是我过命的兄弟，赶紧把路让开，我们有要事要办。这可不行，还是请几位随我们去见右大将吧，否则小的们也不好交代呀。去就去。哎，安索克，你小子什么意思啊？敢暗算我们？凤姑娘，此话怎么讲？让他们出去。喂。右夫人，夫人，你们这是？我有要务在身，经过你们营地附近，遭你手下伏击，非要置我们于死地，不知是为何？伏击？右夫人明察，这其中必有误会。1个时辰之前，我收到昆明的旨意，说有奸细出城，命末将派属下前去截杀。莫非
末将的属下把夫人当成了奸细，在下万死难辞其咎。昆明的旨意，你倒是推得干净。旨意在哪儿？拿来看看。将军请起。真有旨意？跟夫人不敢说假话呀，只是那送旨的使者并没有把书信留下，只是让末将过目之后就把书信带走了。怎么证明是昆弥的旨意？上面有昆弥的印章。昆弥的印章。此事太过蹊跷，实不相瞒，这次我来就是奉了昆弥的旨意，来劝温归退兵。我本是死牢中的人，如果昆弥要置我于死地，何必绕这么大一个圈子，把责任推到你右大将的身上？右夫人所言极是，末将知道是夫人的话，也是万万不可能动手的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咱们刚从死牢出来，中途没有半点停息，难道有人跑到咱们前面去捣鬼？就是啊，公主当说客这个事儿，除了咱们和昆弥，其他人都不知道。也许死牢当中有敌人的耳目。公主说的是胡姑，我倒不觉得是胡姑。不是她会是谁啊？不管是谁，这个人就是为了阻止我跟温归见面，为了让乌孙内乱。右大将，末将在。我知道你是忠臣，麻烦你多派一些人手，看看还有什么人在赤谷城周边活动。末将领命。末将还会派人护送公主前去温归处，以免路上再遭什么不测。安索克，要护送你亲自去，你那些手下我可信不过。怀大哥，请立刻召唤信营，书信长安，务必告诉皇上不要急于出兵，不然乌孙的局势将无法挽回。属下明白。温归是为了我才起兵的，如果他要我跟他从此离开这里，远走天涯，我该如何面对？该如何回答他？我该告诉他，为了乌孙和乌孙的百姓，我们不能走吗？这真的是我内心所想吗？殿下，有什么军情吗？回殿下，右夫人解忧公主求见。解忧？她在哪儿？就在帐外。解忧。右夫人解忧，拜见左大将军。公主，我们先出去了。平时，你要么是把我推开，要么是赏我2个耳光。今天怎么那么听话？因为怎么都是一死，还不如让你多抱一会儿呢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再多抱会儿。好了，你要打便打，要骂便骂。
为什么看着我不说话？是，我是太冲动了，但那是形势所逼。我接到密信说昆明3日之内要治你死罪，你让我怎么能不着急？匿名信你也信？纵然只有5分信，可即便只有1分，你让我怎么坐如泰山，视而不理？好了好了，不怨你就是。你为救我起兵，我心中恼火，9分都在骂你怨你，但有1分其实是说不出的开心。你不顾一切来救我，若不是这样的话，我怎么能见到你？哪怕只有1分开心，骂你的话我也说不出口了。亲，但是有些话我知道我说出来你会不开心，可我还是要说。你不用说，我也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是王兄派你来当说客，劝我退兵的吧？你这么聪明，那我后面的话可以不用讲了。我可以投降，反正我不是真要起兵。不过，王兄得先答应我的条件。他必须要处罚胡姑和长山这2个小人，否则我是不会退兵的。你比我更了解你的哥哥，你觉得他会答应你的条件吗？以他的脾气，自然不会。可是我既已起兵，目的未达成，又怎能轻易退兵呢？没事，现在不退也没关系。等我打败了右大将之后，我就可以坐下来跟王兄谈条件了。等他处罚了胡姑和长山，我再向他负荆请罪也不迟。你说呢？怎么不说啊？对了，我还没问你呢。王兄是怎么答应让你来见我的？你答应他什么了？你听我说。你先听我问完。你究竟是来帮我的，还是来帮王兄的？为了整个乌孙，也为了你。你若对乌孙还有半点情谊，就不应该出兵攻打赤谷城。不管你是因为谁，我知道你一定可以打赢右大将。可就算你打赢了他，你也势必大受损伤。不等你跟昆弥提条件，你就已经死了。为什么？匈奴大兵已经逼近乌孙边境，这事错不了。我已部署了2万精锐，在匈奴的边境可以抵御匈奴大兵。这次大单于亲自领兵，率甲8万，你的2万精锐可以抵挡几时？一旦汉军再介入，形势就非常复杂了。到时候乌孙陷入战乱，你就是千古罪人。你这说客好生厉害啊！如此看来，我只有投降一条路了。昆弥希望你独自回城跟他谢罪，他可以考虑赦免你。你信吗？我不信。你我虽无非分之举，但彼此相爱。昆弥让我来做这个说客，怕是对你我感情心中有数，所以无论怎样，他都不会饶过我们俩。你的意思是，即便我去让昆弥处死，也总好过当千古罪人，是吧？我不要你死，为何要死？我要跟你一起回去，一起回赤谷城，跟昆弥谢罪。这个条件对我倒是颇有诱惑力，可是我不能答应。为什么？你让我为了乌孙罢兵，单说这一点让我死都可以，可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，为了除掉那些害你、那些祸国殃民的人。可现如今，我不仅要丢掉性命，我也处罚不了他们，也救不了你。你觉得你还会劝我投降吗？那些想害我的人，
你一辈子也杀不完。我也从来没有怕过，为何你要死？活下来才有希望，对吗？昆明给你最后的期限是明日傍晚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再想一想。右大将差人来报，右夫人解忧。右夫人解忧，已至翁归殿下营中。知道了。这茶都验过了吗？都按照公主的吩咐，是古瑞亚亲自尝过的。公主，小心点自然是好的，但咱这宫中照料吃喝的，全是大单于亲自挑选，随公主陪嫁过来的，都是可以信得过的。这个我知道。自从解忧说我被下毒之后，我成天提心吊胆的。那公主这2日可还有头疼发作？这2日是好一点了，只疼过1回。可我还是不放心，也许我应该听解忧的，让那个汉人女医官一说来给我看看。那可不好，公主万万不可中了解忧的圈套，咱不能自己送羊入虎口，不是？什么事啊？是夫人安插在右大将身边的人，说是昨天半夜解忧到了温归的营寨里。还有这事儿呢？这可不好。想什么呢？我说什么你都不听，倒关心起来我在想什么。就不能多待一会儿吗？这仗就不能不打吗？我打，是为了乌孙，为了你。你的自负会害了所有人。如果这一仗一定要打，我希望你能活下来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，静静地过完你的余生。我不想听到你战死的消息，我受不了。
你问我在想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在想，一旦匈奴的战火燃烧到这里，这赤虎城的美景，怕是再也见不到了吧。你让他失望。撤！殿下，是否出战？出。为什么不出？让开！我是长山西侯的妹妹。蒙鬼，你不要死！你一定不要死！公主，是否马到成功？那还是请公主赶快进城吧，这里马上就要变成战场了。我想留下来，我想在阵前做一些拖延。公主，事已至此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。公主，快看！这。温归。安索克，你我曾同在军中共事，也算是有生死之谊。今天我温归有2个请求，你能否答应呢？你答应了，我便投降。殿下请讲。1，我温归向昆弥投降，但我麾下几万兄弟归属右大将安索克管。你要带领他们去到边境抵御匈奴，你要替我照顾好这几万兄弟的性命。殿下放心，我安索克一定竭尽全力。第2，你要让全赤谷城的人知道，是右夫人解忧公主，她说服了我，是她阻止了这场叛乱，她阻止了这场战争。义不容辞。你答应了？放心吧，我不会让兄弟们为难的。来，把我绑了吧。不必了，右大将，出了任何问题，我姐由一人承担。我会亲自带温归回去见昆弥。知道你会不忍心，会陪我走这最后一段，又让我得逞。我愿意让你得逞，有你陪着，即便是王兄要我这颗项上人头，我也认了。我不想死，我也绝对不会让你死。殿下，你说如果昆弥不肯原谅温归怎么办？说不定还会连累咱公主呢。现在急也没有用，就算昆弥原谅温归，放过公主，可真正想害公主的人
还在伺机而动。如果公主那么轻易就被害了，要你干嘛知道？不打仗了，翁归殿下投降了，是右夫人拯救了赤谷城。不打仗了，翁归殿下投降了，是右夫人拯救了赤谷城。算了，翁归没事就好了。夫人的意思是，解忧劝服了翁归？不错，一定是昆明让解忧去当说客。只是没想到，翁归竟然为了解忧投降。哼，解忧还真有手段呀！真是可惜了夫人的一石二鸟之计。但是小侯不明白的是，昆弥怎么可能放得下自己的面子，去让解忧当说客？你不是应该高兴吗？之前是谁派翁归让他去祭旗的？夫人不能这么说。翁归投降是解了眼下的很多麻烦，但是夫人您想啊，他和昆弥的感情至深，他俩是兄弟，万一哪天昆弥高兴了，把翁归放回来，重掌大权，您说，翁归会不提他为何起兵吗？万一到时候查出那信是小侯写的，你想怎么样？我觉得夫人应该抓住这次机会，面向昆弥阐明利害，千万不能让昆弥心慈手软。夫人，务必抓住这次机会，置翁归于死地。说起来，你也是翁归的七兄，你还真不心疼你的妹妹阿依拉？那毕竟是我妹妹，我能不心疼吗？但是小侯更愿意为夫人尽忠心呐。左夫人能弃年少时的情谊于脑后，以大局为重，这才是真英雄啊！行了，昆明也不是软耳朵根子，凭我们说两句，他就能杀翁归的。杀翁归也得看时机呀。只要翁归倒了，朝廷上亲汉派的大臣势必会受到打击。到时候，我看谁还敢跟我作对。大胆！谁让你进来的？穆哈兹无礼，请太后恕罪。为什么这么阴冷黑暗呢？是昆弥不让典当。哎，穆哈兹，谁让你多嘴的？穆哈兹，你先出去吧。喂。母后这么晚来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翁归投降的消息，你是怎么看的？翁归能及时悬崖勒马，赤谷城避免了一场大战，当然是好事。好事，可我觉得你反倒很不开心啊。儿子哪有不开心？那就好。既然翁归他投降了，罚自然要罚，但我看是不是可以从轻处理？不行。翁归能及时投降，吾倍感欣慰。但是法理不能饶他。他已经投降，你怎么能杀他？自古以来，犯上就是死罪。我要不杀他，我怎么服众？那你是因为他造反要杀他，还是因为解忧要杀他呢？母后，我怎么想的有什么关系？关键是翁归，他犯的是死罪。
当然有关系。现在我吴孙内有亲汉派和亲匈奴派的斗争，外有匈奴军队虎视眈眈。你若是明君，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女人而触杀良将呢？再说，温贵他是你的弟弟。那您要我怎么办？我倒希望解忧他没有劝降温贵，那样的话，我就能跟温贵痛痛快快的打一仗。可是解忧，他竟然把温贵劝降了，那可是温贵呀！从小到大谁都不服的温贵，他俩若无私情，温贵怎么可能听他的？那你想怎么样呢？把解忧一起杀掉吗？你不是孩子了，怎么净说些胡话呢？不说解忧是大汉的公主，就凭她侄你兄弟之争，就已经赢了赤谷城上下的人心呢。你怎么可以无凭无据就说她和温贵有私情呢？那我不管，反正温贵我是杀定了。我是乌孙的昆明，我说杀谁就杀谁。至于解忧，我暂时不会杀他。昆明，你是对解忧动了真情了。你根本不怕别人的非议，你是真的妒忌解忧和温贵了。你没有。儿子，你听母后说，你怎么可以对一个汉人动真情呢？你忘了细君的事了。你动了情，最后伤的只能是你自己啊，儿子。你是君王啊！这些和亲的公主都只是君王间博弈的棋子，这你应该知道的。别说了，母后，你别说了。君须民，你要干什么？母后，解忧和温贵，他们的事是朝堂上的事，母后不要再管了。国自有定夺。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？没有人，才是真的麻烦了。罪臣温归，叩见昆明。臣在边境得知右夫人被囚，因担心朝中有人故意破坏、挑唆大汉与乌孙的联盟关系，情急之下起兵赤谷。
臣一心只为清君侧，为右夫人鸣冤，绝不敢有半点逾越非分之想。可是，臣发兵事时罪无可赦，所有过错，臣愿全部承担。这么说来，你想替右夫人鸣冤？回禀昆明，李陵突然来乌孙，此事实在蹊跷。右夫人并非莽撞之人，定不会贸然写信给李陵。此事定是匈奴人为了构陷右夫人，暗中设计。昆明，我了解右夫人，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乌孙，即便是有错。住口！你说你了解她，你凭什么了解她？你别忘了，她是我的女人。昆明，温归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他什么意思？你还在这干什么？这是朝堂，你一个后宫妇人在此，成何体统？你不是说过劝降温归之后就自己回大牢吗？昆明答应过我，只要我能劝降温归，就赦免他一切罪过。我只是说考虑，没说一定。来人，传常山西侯。干嘛？敢拦我？小心我剁你的手啊！冯姑娘不要生事，昆明交代了，有人生事，杀无赦。我去！风亮，跟我来。你冷静点行不行？冷静什么冷静啊？公主进去半天了都没有出来，要冷静你冷静，我可冷静不了。风亮，你听我说，如果公主真的有麻烦，咱们再不冷静的话，那不等于火上浇油吗？啊！常山西侯到。小侯拜见昆明。常山西侯，小侯在。国要处罚温归，但拿不定主意，所以现在找你来问问。这种事儿，小侯怎么敢随便乱说呢？温归是你妹夫，你若不说，便是同党。昆明息怒。小侯绝对不是温归的同党。边臣结交近嗣，该当何罪？左大将温归以王族之身网罗边将，结党营私，僭越起兵，冒犯王威，兵临赤谷，这还以处决左夫人和小侯为条件要挟昆明。所以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，不杀不足以显昆明王威。说完了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，这都是你咎由自取。哎，右夫人，常山西侯，你可真是个卑鄙阴险的小人！闹够了吧？来人，把右夫人给我押回大牢。夫人，得罪了。温归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事已至此，温归并没有什么想说的。温归扪心自问，于乌孙，于昆明，绝对没做过半点亏心之事。若是我这颗人头可以让昆明看清常山、胡姑此等小人的真实面目，昆明即便是杀了我也认了。说够了吗？把温归押入死牢，听候发落。
常山西侯，怀将军，请问常山西侯，我家公主怎么样了？哦，你家公主被昆弥下令押回死牢了，这是昆弥的命令，跟别人没关系啊。什么？风流，你先别说话。那常山西侯，温贵殿下怎么样了？温贵殿下自然也被押回死牢，但这是昆弥的命令，没办法，一时半会儿。什么叫一时啊？风流，你们回去吧，在这等着也没用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你拦我干什么？你拦我干什么？你给我安静点儿！风流，昆弥如果真的知道公主的事儿，那就全完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你倒是出个主意啊！让我想想。不就是被关起来吗？反正我也习惯了。只是不知道那个大笨蛋怎么样了。我这一生实在遗憾，既不能跟解忧远走天涯，看来也没机会死在战场上。昆弥应该不会立刻处决他吧？呸！我胡说什么呢？昆弥，是否要回宫休息？去胡姑那儿看看。昆弥，夫人这是在写什么？胡姑正在给父王修书，告诉父王温归叛乱已平息，让父王撤兵。替我谢谢大单于。就说乌孙之事，无需他操心。我信中就是这样写的。胡姑要向昆弥道贺，这场风波总算是过去了。只是听说是右夫人说服了温归。右夫人真是厉害，连温归都能说服啊！来，左夫人，这件事你不用太关心了啊。坐下。现在你怀有身孕，应该多注意的是你自己的身体。等将来生下儿子，那这个便是王储。谢谢昆弥。有件事儿，我想听听左夫人的意见。右大将跟我说，有人冒孤的名义给他发信，让他劫杀解忧。这事儿你怎么看？还有这种事儿？夫人觉得会是什么人在这幕后主使呢？昆弥不会是认为是胡姑干的吧？怎么可能是你呢？你现在大着肚子，总不见得还挺着这个肚子跑来跑去的吧？这
这信写完了吗？写完了，这就发出去。那好，我先走了。恭喜左夫人，这回解忧恐怕是难以脱身了。昆明刚刚说，有人假传圣旨给右大将，你怎么看？这连夫人都看不透，小侯怎么看得出来呢？我心中怎么会有不安之感？是不是夫人多虑了？行了，王兄什么时候来的？有些话在朝堂上我不好问，来这儿能问清楚。你问吧。你爱解忧，我没猜错吧？怎么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不敢认啊？是的，我爱解忧，你没猜错。可她是你嫂子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我认识她早在你之前，那时候我不知道她会成为大汉的和亲公主，我不知道她会嫁给你。昆明，你想杀我便杀，我只问你一句：我爱她错了吗？要这么说的话，你没错。你我是兄弟，我不会杀你，我只能把他杀了，这件事才能结束。王兄，王兄，你不能杀他！我求求你，你不能杀他！他也没有错，他没有做任何错事，他恪守了作为一个右夫人的本分。王兄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不杀他，我此生再也不见他。你把我杀了好吗？你求我，这还是你第一次求我。好，我给他一次机会，只要他亲口承认他不爱你，我就放过他。王兄，王兄，王兄，你不能这样，王兄！王兄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会后悔的，王兄！走，走。解忧给昆明请安。起来吧，在这儿就不必多礼了。谢昆明。匈奴退兵了，孤心里面松快了许多，所以来看看你。给昆明贺喜了。过来坐。我不放你出去，
你心里面是不是还埋怨过我？解忧不敢。解忧现在是戴罪之身，就算昆弥宽恕我，我也不敢肆意妄为。大单于退兵可是左夫人的功劳。是胡姑书信给大单于，让他退兵的。难怪昆弥又把我关回来了，原来是为了讨左夫人欢心呀。你这么说，看来你心里还是埋怨我。胡姑她不明白我也就算了，怎么连你也不知道姑对你的苦衷呢？我当然明白了，昆弥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以江山社稷为重，从来没有想过要难为解忧。左夫人也是，如果她不是真心爱你，又何必与我过不去呢？你说她爱我，那你爱过我吗？解忧，我问你，自你从长安到乌孙之后，姑待你如何？昆弥待解忧很好。那你知道我是怎么看待你的吗？解忧不敢妄自揣测昆弥的心意。那好，今天我就告诉你。当你刚到乌孙的时候，我只把你和胡姑当作是制衡大汉和匈奴的工具。姑早就决定，对你们俩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动情。我就想着，也不打算动情。我只想把你们两个的关系处好。为这件事儿，我是费尽了心思。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竟然对你动了情。你也知道，在你之前，姑只爱过一个人，就是细君。姑失去他那天，姑也失去了自己的孩子。但那以后，我就决定不再去爱任何人，因为我怕同样的事情会发生。可是没想到，所以那天你失去孩子的时候，我心里比你更难受。不是为了孩子，是怕失去你。你现在知道，在我心里你有多重要。这话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，以后我也不会对任何人提起。现在朝堂之上，你跟温贵的谣言还是没有压下去。你倒好，也坦荡，从来不回避这件事，跟温贵反而走得更近。不过你放心，姑从未信过那谎言半个字，因为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，不会这么做的。姑只问你，在你心里，我是你什么人？昆弥是乌孙的君王，还有呢？是解忧的夫君。就没有别的吗？是我的家人、亲人。你
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换个方式问你。 你爱翁归吗？你回答我，你爱翁归吗？你爱他，我要听实话。你最好想清楚再告诉我，你是爱他，还是爱我？ 我知道，我也相信你们是清白的，可是不予理智，心里未必没有涟漪。你告诉我，你爱不爱他？你告诉我。你别忘了，翁归犯的是死罪，只要你说你不爱他，姑就饶他不死。啊！但是，他这一生都只能去戍边，你们俩永远都见不着。 剑瑶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一生没有对任何一个人有这样的耐心，细菌也没有。你告诉我，你爱谁？ 是翁归，还是我？这是我给你们俩最后的一次机会。你说呀，你到底爱谁？你说呀！ 想好了再回答我。昆明，我不想欺骗你，更不想为了苟且偷生而欺骗你。我以为翁归也不希望解忧说谎。 我爱翁归，在我遇到昆明之前，我已爱上翁归。我以为此生此世，除了翁归，我不会再爱其他任何一个男人。 可是爱分很多种。我初来无孙的时候，我紧张、忧虑，我害怕你。我也并不认为在这场婚姻里，我可以得到你的宠爱，我可以幸福。我以为更多的是刀光剑影，是尔虞我诈。但是渐渐的。 我发现昆明是一个重情重义、宽厚仁慈、温暖的男人，但是因为我的过错，我丢掉了我们的孩子。
我方才明白，昆明如果不爱我，怎会对我如此宽容？我也曾想过，如果我没有遇见温归，我定能好好的爱你。别说了，昆明对解忧有恩，解忧对昆明有情，这一份情是恩情，是我说别说了。文贵为了你，他不惜背叛我，祭奠你为了他，你也不惜自己的生命。解忧自知是没有活口，但如果可以化解你和温归之间的矛盾，解忧愿付出我的生命。你知道吗？你这么做，只能让我更恨温归。谁呀？谁呀？谁在笑？笨蛋，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。温归，温归，温归，你一直都在。是。当我跟昆明说的话，你都听见了。我都听见了。你这个傻瓜，谁让你这么回答昆明的？你有没有想过后果啊？温归，如果一定要死，我求你死在我后面，因为没有你，我活得好辛苦。笨蛋，要死一起死。你后悔吗？我不后悔，不后悔。我也不后悔。来，把你刚才跟昆明说的那些话再说一遍。我刘解忧，今生今世，除了温归以外，绝不会再爱另外一个男人。温归，温归，温归，你在吗？温归，你在不在？我在。
咱们还是下去吧。我想一个人待会儿，下去吧。公主，今天可还有头疼发作？坤弥把解忧送进死牢，我这一高兴，连头疼这回事儿都忘了。看来解忧说我中毒，果然是想用计吓我。就是，公主这般人物，谁敢下毒害你啊？今天这天气可真怪啊！昨天晚上还晴空万里，怎么突然就阴天了？真不是个好兆头。求见左夫人。进来。拜见左夫人。昆弥召夫人殿上问话。上殿？不是去他寝宫吗？穆哈兹不敢谣传，昆弥确实宣夫人上殿。昨天昆弥没来我这儿，是不是去云古特那儿？回夫人，昆弥未曾去找过云古特，他确实是在自己的寝宫歇息。夫人，请速速上殿，莫让昆弥等得太焦急。知道了。穆哈兹，你今日话真多。出去。虎姑，虎姑，虎姑，昆弥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你在给大单于的信里到底写了什么？昆弥，你吓到虎姑。说。我说，温归叛乱已平息。让父王退兵。我看不止这些吧，你的信里还另有玄机。昆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父王并未退兵，而是率兵直奔我乌孙边境而来。那吕侯正率领温归旧部和他对峙。这怎么可能啊？还不止这些。你父亲还派人送来信件，让我杀了温归和解忧，要不然他绝不退兵。你怎么解释？昆弥，虎姑真的写信给父王了。那信里说了什么？信里说让父王退兵。你还敢撒谎！在军国大事上，你居然敢耍弄我！昆弥息怒，虎姑是昆弥的女人，虎姑也是把乌孙当成自己的家，我怎么可能干出这样的事情呢？你怎么了？最近一直头痛，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。你说你头痛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你怎么不早说？昆弥，我真的写信给我父王了，请你相信我。公主，这是怎么了？前2日不都见好了吗？我怎么知道？近日我口干的厉害，
快去给我倒杯茶。奴婢现在就去。你干什么呢？公主，公主误会了，古瑞亚没有要害您呢。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给我拿下！侯爷，哎呀，这志气知道什么时候啊？连饭都不吃了。哥，阿依拉求你救救翁归。阿依拉，当初翁归在昆明那儿口口声声要置你哥于死地，谁救你哥了？可她是你妹夫，你要是不喜欢她，不想救她，当初为什么要把我嫁给她呢？当初他是乌孙的左大将，昆弥的王弟，现在人在大牢里，他能不能看见明天的太阳都不知道。什么意思啊？昆弥真的要杀了翁归吗？这我也不知道。你说你让你哥去救他，我冒失求情，那昆弥给你哥治一个同谋之罪怎么办？都怪那个刘解忧，要不是他，翁归怎么会抛下我去起兵造反呢？现在知道了，他们汉人都这样。亏得你当初还说刘解忧是好人呢。哥，要不你去求求左夫人？求左夫人？左夫人和翁归还有昆弥自幼相识。肯定感情非同一般，昆弥又那么宠爱左夫人，要是他肯替翁归说话，昆弥一定会心软的。哥，你就再帮阿依拉这一次吧，大不了以后都听你的，再也不和你作对了。侯爷，左夫人差人来说，请侯爷去，有要事相商。哥，知道了。什么都听我的，都听你的。现在吃饭。古瑞亚，我再问你一次，究竟是谁指使你给我下毒的？公主明察，这真的不是毒药，是解药啊！荒唐！你的意思是，你明知道我中毒，故意隐瞒不报，暗地里给我解药？真是天大的笑话！没想到我防来防去，竟然没有防住你。公主，古瑞亚不敢。古瑞亚对公主是一片真心。从来没有想过要害公主啊！你可以不说，我会奏请父王，把你的族人都抓了去，到底要看看你们的阴谋。公主不要，公主不要啊！左夫人，常山拜见左夫人。哎，这是怎么了？侯爷来的正好，要不是我亲眼看见他给我下毒，他是要死的不明不白了。哦。夫人，小侯正有要紧的事儿跟夫人说，这事儿跟古瑞亚没有关系。把他拉下去。夫人，夫人，古瑞亚是不是跟你说他用的不是毒药，而是解药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他说的是实话。夫人最近不是总头疼吗？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事儿。这太医给夫人看完病，
我就确定夫人中的是慢性毒药。太医为何不禀报？啊，是小侯不让太医说的。小侯主要是怕惊扰了夫人，伤了胎气，再者是怕打草惊蛇，让对手有所防范。幸亏对方用的药毒性不大，解除不难，小侯这才让古瑞亚偷偷的把解药让夫人服下。这么说，你们是一番好意？不是，小侯这么做，都是为了夫人着想。放肆！这么大的事为何不禀报？夫人，息怒，小侯这么做确实欠考虑，但是小侯对夫人的一片忠心，苍天为证，下回小侯真的是再也不敢。行了行了，查到真凶没有？暂时还没有，但是小侯觉着这事儿跟解忧他们一票人脱不了干系。解忧曾经说过，说我是中毒，应该不是他。解忧怎么会？那夫人的意思是，下毒的还有别人。这个小侯真是想不到。这事儿先不说了。还有一事我想不通，为何父王还不退兵？是不是没有收到我的书信？这事儿夫人都没有头绪，小侯更不敢猜测大单于的圣意。不管为何，父王不退兵，匈奴和乌孙的关系势必受到影响。温归已经进了死牢，为何父王在这个时候要对乌孙开战呢？我自然不希望乌孙倒向大汉，但我也不希望乌孙跟匈奴开战呢。这么一来，昆明一定会对我有所芥蒂。我要改变昆明的心境。夫人是不是多虑了？您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保重身体。这次算是把昆明的心都伤透了，只是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好怕的。怀大哥，你最了解我，我绝不会为了苟且偷生而说谎，把心里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，倒也轻松。那温归呢？今天一早被带走了，我想应该还是在这死牢之内，可否帮我打探一下？好了，算我没说。公主，这一次是昆迷特准我来看你的，也许就没有下次了。我现在在想尽一切办法救你出去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千万不能做出什么傻事来。昆迷正在气头上，你如何救我？我已经给皇上写信了，但是他肯不肯帮忙我还不知道。如若不然，我就是万死也要救你出去。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这样。你帮我照顾好冯辽和阿彩就好了，不要像我这样做傻事，不然我死也不会原谅你。还有什么坏消息？啊，右大将安索克联合了不少亲汉派的大臣，将上书昆明，希望昆明能够让温归戴罪立功，抵御匈奴。公主，现在匈奴兵临边境，那些个亲匈奴派的大臣，怕触昆明眉头，都不敢出声。我想这正是最好的时候，只要昆明肯放温归，那公主出牢就指日可待了。哪有那么简单？臣奏请昆明，现在大敌当前，唯有温归能退匈奴。我等愿意替温归担保，恳请昆明准温归戴罪立功。
恳请昆弥赦免翁归。此事万万不可。常山，你这个小人物，你反对翁归带兵，难道你有胆量对抗匈奴不成？小侯是不会带兵，但是赦免翁归万万不可。万万不可，有何不可？常山，你向来亲近匈奴，如今匈奴欺我边境，我看你还有何话说？这里边肯定是有误会。什么误会？你分明是公报私仇，是怕赦免了翁归以后对你不利。大陆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小侯呢？现在放翁归，实属不妥呀。有何不可？行了，别再说了。你们今天来，是不是都是替翁归求情呢？啊？好，那好，姑就告诉你们，翁归定战不胜。谁要是替他求情，谁就是他的同党，与翁归同罪。昆弥英明。怎么样？昆弥怎么说？在下实在是不解。不解什么？难道还要大臣支持常山西侯？在朝堂之上，我们这些请愿的大臣占了绝对的多数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昆弥他……你不知道就完了。我们家公主怎么办啊？还有，昆弥让我转告二位，从今往后不许再去探望右夫人。什么？稳赢的棋都让你给下输了，我不管，你给我想办法。冯姑娘，在朝堂之上，昆弥已经收了在下的兵权，令在下静坐在家，不得外出。在下已经尽力了。风亮，将军，你受我等连累，怀天杀实在过意不去。风亮，我们就别多说了。怀天杀你就不着急吗？我怎么不着急啊？之前我去看公主的时候，她一听说右大将要去请愿，就有不祥的预感。难道公主能预知今日朝堂上的局面？这其中一定有玄机。夫人，这回真是把我吓坏了，我还以为自己死定了呢。你还信不过我吗？只要你上殿反对赦免翁归，就必胜无疑。小侯只是不明白，这满朝文武都替翁归说话，这亲匈奴派的大臣们没有一个吱声的。我是势单力薄，怎么看都没胜算呢。要的就是势单力薄。你想想，昆弥最恨大臣拉帮结派，今日右大将他们10几个人对你一人，你说，昆弥会同情谁？我明白了，但这也不足以让昆弥震怒啊。现在火已经烧起来了，我们只需火上浇油。哎，夫人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时候穆哈兹给了昆弥一个纸条，难不成是夫人写的？没错，我只写了翁归结党4个字，就足以让你成为朝堂上的胜利者。翁归结党，夫人这招真是太妙了。这右大将他们越是占上风，就显得小侯越是可怜，那昆弥就会怀疑右大将他们跟翁归是同谋。夫人，我现在对您佩服的是五体投地，这一来翁归恐怕就死定了。我本不想将翁归置于死地，毕竟我们有少年时的情谊。只可惜时移世易，为了乌孙和匈奴的大局，我别无他法。
夫人最近心软了不少，是不是因为怀了小王储的关系？夫人，这明枪暗箭的死斗里，多愁善感是万万使不得的。我自有分寸。说起小王储，我倒想问问你，给我下毒的人查到了吗？尚未查实是解忧所为，但夫人上次说下毒的人还有他人。小侯这点不明白，在赤谷城里，除了翁归和解忧，还会有谁动这个心思呢？这动机何在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现在重中之重，就是让我顺利诞下小王储。然后再弥补昆弥对我的误会。说起来，你的解药真是有用，我今天头疼都没有犯过。夫人的健康是小侯最大的心愿。那个古瑞亚她，把她放出来吧，你去办吧。喂。母后，最近孩儿军务繁忙，没能来给您请安，请您恕罪。军务是正事，耽误不得。同样，你的膳食也不能耽误。我可是听莫哈兹说，你最近2日的膳食都原封不动端回了后厨，这可不行啊！哎，这孩子真是多嘴。来，母后。姑是因为这2天没休息好，所以有些食欲不振，请母后放心。昆弥，你是国君，一发一肤都是乌孙百姓的，不是你自己的，随意损伤不得。即便是为了国事，饿坏了身体，这都是错误。更何况，母后看你可不光是为了国事啊。母后言重了。哎，您看，姑不是吃得好好的吗？是吧？这肉不错，这一定是纳赫雅亲自烹煮的吧？好，非常可口。来，华儿喜欢就多吃点。是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右大将等人上书求你赦免翁归。听我说完，右大将他们确实是太不像话了，在朝廷上就闹起来了，理应罚他们。谢母后体谅。不过，昆弥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，不要因为一些流言蜚语你就一时糊涂。你这样把解忧关在牢里，消息传到大汉也不好听。为了这个闹僵了跟大汉皇帝的关系，可就得不偿失了。是。至于翁归，你不会是真的想要处决他吧？姑现在想不出让他继续活下去的理由。就算翁归不是你的兄弟，他在乌孙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右大将肯联名为他求情，便可见一斑。你若是真的处决了翁归，乌孙很可能陷入内讧的局面。少了亲汉派大臣的斡旋，这乌孙和大汉很可能陷入困顿之中。难道你真的想倒向匈奴吗？你不要忘了先王列焦弥的嘱托，他要的是制衡，唯有制衡，才能让乌孙在大汉和匈奴之间生存下去。那是先王对翁归的嘱托，不是我的。你胡说什么呢？难道你要整个赤谷城的人都听到吗？你以为翁归心里就没有猜忌吗？只是他不说而已。尘埃已定，坐在王位上的是你，而不是翁归。所以他必须死。纵然他是我的兄弟，可他这次挑战王权，罪无可恕。从前你对温贵不是这样的，他就是惹了再大的祸，
你都会原谅他的。可这次不一样，他不单谋反，而且还跟我的右夫人有私情。你给我醒醒可不可以？你爱解忧吗？你根本就不爱，你只爱死去的细菌。解忧对你来说只是细菌的替身而已。母亲，你别说了，你根本就不了解皇儿。我是你的母后，我当然知道我的皇儿。你渴望王位，想让乌孙兴旺不衰，这才是你，这样的你才会幸福，对不对？那是你想要的，并不是我想要的。说实话，我现在后悔占着这个王位。如果我没有那么做的话，我现在也用不着整天在朝堂上跟那些亲汉派和亲匈奴派斡旋，我也用不着跟我的兄弟反目成仇，更不会失去我的爱人。怎么样，见到公主了吗？右大将说的没错，一定是昆弥下了禁令，死牢的卫士根本就不让我进去。昆弥大发雷霆，也不知道公主在死牢里怎么样了。怀将军，那，你有打听到温圭殿下的消息吗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昆弥如果真的要处置他，早就会有消息了。我的阿彩姑娘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关心别人啊？要不是温圭起兵，公主早就被放出来了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殿下是冒死救公主，你还埋怨他？好了，别争了。事情到现在这样，争这些有什么用啊？我去看看长安的信来了没有。阿彩姑娘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该出马了吧？我出马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去好好求求胡姑，说不定她能帮我们进死牢去。胡姑？我怎么能去求胡姑呢？你听我说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。想见到公主，只能求她帮忙，没准儿还能见到温圭呢。可是，你放心，你的事情。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我知道，你一定有你自己的苦衷。你是个好姑娘，但千万别走错了路，知道吗？拜见左夫人。阿彩，你一来我的宫里，我这儿都蓬荜生辉了。阿彩只是一个小小的侍女，给夫人请安是本分。你一向都怕我，我料你在我背后也不会说我好话。怎么，你们家公主进了死牢？没了主子，想起我了。阿彩之前收过夫人不少好处，来探望您是理所应当的。哼，今天倒是挺会说话的。左夫人，求您看在阿彩曾经帮您做过不少事儿的份上，让我去见见我们家公主吧。我就知道你有事儿求我。别的好说，这个不行。左夫人，我们家公主已经被关了好几天了，求您让我去看她一眼，哪怕不说话，能见上一面也行。没有昆弥的旨意，任何人不能进死牢，这你是知道的。即便我想帮你，我也无能为力啊。左夫人，
左夫人，谁都知道你是后宫之首，是乌孙母仪天下的王后，又是集昆弥宠爱于一身的左夫人。只要是你想办到的事情，有什么办不到的呢？这话说的倒是挺漂亮的，可是我眼睛里容不得沙子。阿才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不然之前我也不会让你办那么多的事儿。你要是真的想见解忧，我还真有办法。谢谢左夫人，谢谢左夫人。先别着急啊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只要能见我们家公主，什么条件阿才都答应。离开解忧，到我的帐下来，做我的侍女。怎么不愿意呀？阿才何德何能伺候左夫人？哼，你以为我缺你一个？像你这样的姑娘，我宫里多的是，个个都比你聪明。那夫人，我就是想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我胡姑比解忧更加胸怀宽广，连她的侍女都愿意到我这儿来，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？既然要离开，阿才想先禀明公主，求得她的准许。阿才不想旁人说阿才背信弃义，这样左夫人脸上也不好看。可以，那你速去速回。古瑞亚，把我的金腰牌给阿才。喂，谢谢左夫人，谢谢左夫人。你快去吧。侯爷，都准备妥当了，小的是否该向左夫人禀报一声？不必了，左夫人让我自己去说。什么时候可以动手？回禀侯爷，今晚就可以动手，绝无耽搁。阿才见过侯爷。阿彩，哎，你不是解忧身边的那个侍女吗？是。你不在她身边待着，跑这儿干什么呀？侯爷，说来话长。阿彩，你记着，2个时辰内一定要把夫人的腰牌拿回来。阿彩告退。冯姑娘，阿彩，怎么样？拿到了。韦将军呢？他去找昆弥了，我去找他。来不及了，2个时辰以内必须把腰牌还给胡姑。那我们走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腰牌不能用吗？当然能用，但这是左夫人的腰牌，只允许她一个人进入。怎么办呀？阿彩，你进去，听清楚，一定要向公主讨个主意。她最聪明，一定知道我们该怎么办。好，你等我。解忧从来就不信什么天神，但是今天，求天神保佑我，我不想死，不想死在这儿，我想出去，离开解忧，到我的帐下来，做我的侍女，
我就是想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我虎姑比解忧更加胸怀宽广。我想出去看看阿才，看看冯辽，看看怀大哥。阿才，我不在的这些日子，你过得可好啊？文贵，文贵，我想跟你一起走，我想跟你一起走，随便去哪儿，只要跟你在一起，去哪里都可以。殿下，文贵殿下，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是解忧让我来的。解忧，他怎么样？他还好吗？他有没有让你带什么话给我？公主很好。真的吗？这里一点阳光都没有，你怎么受得了啊？唉，一个马上就要死的人，还有什么可挑剔的？殿下，你为什么要向昆弥坦白呢？你明知道他知道了你们的感情，你就必死无疑了。这是解忧告诉你的。你不懂，在这种时候，你骗不了昆弥，只能说真话。说起来，解忧也算是跟我心意相通。还好他说的是真话，要不然我在隔壁偷听，非一头撞死不可。怎么了？我们还没死呢，给我们哭丧了。你们为什么这么傻呀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不哭了。眼睛哭花了，咱们嫁人呢，啊？阿才不要嫁人，殿下如果死了，阿才一辈子都不嫁人了。阿才，你是，我是喜欢你。我从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喜欢你。你干嘛那么傻呢？明知道我喜欢的是解忧。我知道，但是我没有非分之想，我只是想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。我怕如果再不说，就没有机会了。好，阿才，你的情谊我记着，下辈子再还了。阿才，我再求你件事情好吗？殿下，你说。我就请你替我告诉解忧，不要害怕，不管到哪儿，
我都陪着他。殿下，我现在就去告诉公主。好姑娘，谢了。公主，阿才，阿才，你来看我了，快让我看看你。你受苦了，阿才，我好想你。啊，这里不是让昆明给禁了吗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去求了胡姑，是她给我的腰牌。胡姑，她竟然肯帮你。我们不说这个了，公主。别再叫我公主了，我这个公主的名字，不知道哪一天就没了。昆明一定不会饶了我跟温归的。解忧，你在戏班的时候就任性，当了公主还是没有长进，真是枉费班主为了救你而丢了性命。如果不是你非要救那个李陵，你和殿下何至于走到今天这步呢？阿才，救李陵到今天我也不后悔，可能就是我们俩的命吧。早知道，我就跟着温归远走高飞了。我倒宁愿你跟殿下一走了之，也好过你们俩现在在这儿等死啊！我刚见到殿下了，他让我告诉你，不要怕，无论去哪儿，他都会陪着你的。他真是这么说的。也好，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能死在一起，我也知足了。对了，解忧，我发现胡姑现在的情形，跟你中毒的时候很像。对，我曾经劝过她去找医说，可是她不听。我今天在胡姑那儿碰见常山西侯了，听他说什么今天晚上就要动手。动手？着火了！快来救火！快救火！着火！着火了！解忧，来人呐！有没有人呐？有没有人呐？有没有人呐？救火了！着火了！快救火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？阿才，阿才，这是死牢，你打不开的！快走！我一定要救你出去！来人呐！快走！解忧，解忧，你等着我！小心！哪儿啊？解忧，解忧，公主！解忧，公主，公主，没事吧？要不然阿才真找不着你。快，殿下，走！小心啊！公主，快点点！那边。温归，解忧，就知道你会来救我。要是能活着出去，一定要好好谢谢阿才。快走，快走！快走！阿才！快走！阿才！阿才！快走，别管我！快，阿才！快走啊！
走！阿彩，阿彩，快走！阿彩！昆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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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不进去为好。为什么？公主她已经烧得不成样子了，难以辨认。既然难以辨认，你怎么能确认就是他呢？让开！昆明！来报告昆明，发现了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解忧的玉佩，从小随身携带。回去吧，被昆明看见了不好。古人呀，解忧死了，我为何心里那么害怕？夫人，不要多想，当心动了胎气，咱们还是赶紧回去吧。翁贵呢？昆明，翁贵殿下，尸首没有找到，可能被烧为灰烬了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火一定是有人故意放的。穆哈顿。昆明，快点上！你们二人去把真凶给我找出来，我一定要把他碎尸万段。喂，禀皇上，乌孙昆明鸿雁传书，说什么？昆明信中说，解忧公主轰了。什么？解忧她？是，公主她死了。皇上，万万要保重龙体啊！传朕的旨意，赦免解忧公主，放走李陵之罪，举国上下吊唁解忧公主。遵旨。公主，公主，虽然冯辽一直跟我说你安然无恙，但是今天见到你，我的心才算落了地啊。
我也一直着急，赶紧见到你呢，好多事情想问你。这些日子，照料公主有劳了。怀将军，我们又不是第一次打交道，怎么突然那么客气？好了，阿彩的后事料理得如何？啊，公主放心，阿彩的尸首已经下葬，而且是风光大葬。昆明感念公主，把阿彩当成公主去吊唁的。现在整个赤谷城都沉浸在悲痛的情绪当中，这对于阿彩来说，也算是一种安慰吧。有人要害我和温归，阿彩算是替我们俩受苦了。我一定要查出这个幕后的真凶，为阿彩报仇。哦，对了，公主，昆明已经写信送往长安城了。皇上得知此事，已经赦免了你私放李陵的罪。又一桩欺君之罪。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。姐，我记得你说阿彩在失火之前跟你提起常山西侯有些古怪。是的，那胡姑一定跟这次失火脱不了关系。她最近可还有中毒的症状？那倒没听说。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阴谋，而胡姑呢，只是这一盘棋中的一颗棋子。昆明来了。昆明，这孩子还没有名字呢。哦，是吗？啊，名字当然应该由姑来起了。这是孩子的福气。就叫霓，霓是他的名字。霓，这名字怎么？你不喜欢姑给他起的名字？胡姑不敢，只是觉得昆明抱着孩子，脸上却没有喜色，是不是昆明不喜欢这孩子？怎么会呢？姑当然喜欢他了，姑怎么会不高兴呢？这可是姑第一个孩子。夫人，我是担心你。刚生完孩子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啊。谢谢昆明关心。既然您是嫡长子，是否该立他为王储？昆明，昆明。好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，既然您是嫡长子，是否该立他为王储？好，不着急，再过几年再说吧。等他长大一点，啊！姑突然想起来还有正事要办，啊！你好好休息，明天再来看你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昆明竟然给孩子取名为霓，如此贫贱的名字，他定是不喜欢这孩子。这孩子长得多好看呢，那么像昆明。夫人，你想太多了。昆明心里对小王子必是疼爱有加的。昆明这副样子，定是在为解忧悲痛。无论我做什么，他都忘不了解忧。
带着你下去吧，我累了。喂。我等在祖陵里借住，多有打扰，祖先们的祭品也让我们吃了不少。他日脱险，一定好好的到这里来，向各位祖先赔罪。哎，我说啊，你不会每顿饭吃饭之前都要向祖先赔罪吧？啊？可是这里的祭品让我们吃了不少，多不敬。哎，放心吧，我的祖先没那么小气。来，吃饭。就是啊。就算这些石头再有灵性，你也不必时时拜，日日拜。哼，来，尝尝。我回来了。怎么了？出事儿了？狐姑顺利诞下一子。啊？孩子平安就好。公主。狐姑害死了阿彩，又差点把你害死，你倒替她开心。我怎么会替她开心呢？之前有人给狐姑下毒，她的中毒症状与我一般无二。这个凶手的目标就是她腹中的胎儿。如今狐姑顺产，此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还会有其他的作为。我们定能发现这其中的破绽。说的有道理，不过我倒是担心这孩子出事以后，匈奴人的乌孙王庭势力可又要增大了。没错，毕竟这个孩子是昆明的第一长子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听说昆明亲自给孩子起了名字，叫倪。倪？这名字，昆明是何用意啊？王兄应该还是会怀疑那场火与狐姑有关，借此来敲打狐姑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王兄应该不会那么快立倪为主。我也这么想。那就太好了。如果他的儿子做了王储，咱们可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可是我心里不踏实啊，这赤谷城里到底藏了多少秘密？如今狐姑诞下倪，昆明又是这般态度，这王庭背后的暗流会越来越凶。最近怕是要出大事。公主，你可别乱说话了，你说话实在是太准了。你别乱说话了。好了好了，吃东西吧。撤！上次围猎的时候，还有解忧和温归陪着过，可现如今就只剩下孤家寡人一个了。昆明，左夫人刚刚生产，要不要去陪一陪？等打完猎以后，我自然会回去。昆明，我看这天气不会有猎物，要不咱们回去吧？打不到猎，姑今天就不回去。昆明，跟上昆明，撤！
连着鹿都知道保护自己的伴侣，而我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。儿子，昆明，怎么回事啊？母后，孩儿受伤，无法给母后请安，请母后恕罪。怎么回事？没事。这是怎么搞的？说话呀！回太后，是。昆明在狩猎途中遇险了亡。你们这帮侍卫是干什么吃的？为什么昆明伤成这样，你们却毫发无损？母好自没有。来人，把今天逝者的护卫都给我杀了！哎，母后莫急，坐。今天是孩儿一时贪图狩猎，把他们给支开了，不怪他们啊，不怪他们。母孩子，下去吧。虎姑，你也来了。听到昆明受伤，虎姑担心不已。皮外伤，不碍事。虎姑也觉得几只野狼伤不了昆明的元气。太后，您就放心吧。放什么心？我放心。先是死牢失火，右夫人温贵身亡，现在昆明又遇险，伤成这样，不知道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母后，没事的啊，你看儿子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几只狼而已，不必担心。母后，孩儿今天呢也累了，想先歇歇。你也不用太担心，先回去休息吧。啊，好，我先回去休息，你也好好歇着，晚上我再来看你啊。好。虎姑。在。啊，王子，他怎么样？回昆明，一切都好，昆明就放心吧。那就好。你要替姑照顾好这个孩子。喂。回去吧。虎姑告退。莫哈兹，昆明，让你查的事情查清楚了吗？回禀昆明，正如昆明所料，那些狼的脖颈上毛发稀疏，像是戴过钢圈的痕迹。果然是被人圈养的。参见左夫人。快把药端进去。喂。这是什么药？回昆明，
是补血生机的药。怎么样？古尔亚哈穆伦特，公主有何吩咐？前几日昆弥的披风忘在我这儿，为何不见了？古瑞亚不知。穆伦特，你看见了吗？没有啊，会不会是昆弥差人拿回去了？若是昆弥差人来取，为何我们3个人都不知道？这事真是蹊跷。公主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昆弥说那狼是被人圈养，若是有人从我这儿偷走昆弥的披风，让狼记住味道，披风的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，否则你们谁都活不了。是，奴婢不敢。昆弥，昆弥怎么了？昆弥，昆弥，怎么样？骨头疼得厉害，我想可能是伤势导致的。去，给我倒杯水来。好，嗓子像是火烧着了一样。会这样？我也想不通。这是穆哈兹信任我，偷偷跟我说的。按理说，王兄他身体健壮，就算是被野狼所伤，那也并不致命啊。怎么会在太医的诊治下却越来越差呢？更奇怪的是，昆弥现在头疼症状，跟公主之前中毒的症状非常相似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昆弥怎么了？什么中毒？解忧，你别着急。好了，王兄他不会有事的。即便是真有人给王兄下毒，不是还有医硕在吗？他会有解毒的法子的。我要去看看昆弥。你疯了！王兄以为我们死了，你眼下贸然去，万一被抓了，那是欺君之罪。我担心他。他是我的兄长，我就不担心吗？我现在急的是没有头绪。有人先后给细菌、我和胡姑下毒，火烧死了，害死了阿彩，现在又向昆弥下手。这个人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我一点头绪都没有。我觉得我自己笨死了。我也跟你一样没有头绪。若说是匈奴人干的，为什么胡姑也中毒？我肯定，胡姑和我中了一样的毒。可是，这样对谁有好处？行了，我们都别再瞎猜了，对方一定还会再出招，我们就只有等着对方的下一步棋了。我相信昆弥不会坐以待毙的，他一定会想办法，令凶手自乱阵脚。昆弥到，神明护佑，昆弥万安。昆弥，你的伤势不碍事，不过也不比年轻的时候了。这么点小伤，竟然破了元气。昆弥伏笔深山，必将早日康复。这几日
朝堂上有什么要事吗？回禀昆明，安守克负责死牢失火一案，但尚未发现任何纵火证据。再查。喂，禀昆明，匈奴自退兵以来并无异象，边境和平无异。好，昆明，小侯有要事要奏。说。小侯恳请昆明立王子你为王储。常山，你是什么身份？嗯？立王储之事你也敢插嘴？太后息怒，昆明这次受伤非比从前，恐怕1日3刻无法好转。眼下大汉和匈奴对我乌孙是虎视眈眈，小侯认为昆明必须要做好准备，万一……什么万一？凭你这句大逆不道的话，我就……哎，母后。常山说的有些道理，不过这件事情还是让姑和母后来决定吧。你们先退下。母后，立王储之事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怎么想的，这还用说吗？这孩子有匈奴血统，如果你立他为储，胡姑就会母凭子贵，那些亲匈奴派大臣更是如鱼得水，那乌孙有一半就会落入他人之手。母后说的极是，但是我认为这孩子毕竟还有一半我乌孙王族的血统，而且他也是我军须弥唯一的孩子，只要善加教导，将来他一定会为乌孙利益着想的。可是，母亲，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，请不要善加阻止了。昆明，既然你执意要立你为王储，须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昆明驾到！来，拜见昆明。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来。昆明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侯姑今天真是好福气，好久没有见昆明笑过了。昆明还是要注意身体，按时吃药。啊，姑知道。今天过来是有一件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啊？姑打算立你为王储。昆明是说立咱们的儿子为王储？胡姑谢昆明天恩，胡姑一定好好教导王子，让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储君。这件事呢，就不劳烦你了。昆明什么意思啊？来，起来说。啊，坐下。乌孙的规矩，凡是异族夫人所生之子，要立为王储，那不得由亲生母亲抚养。
这是什么规矩？我都没有听说过。这是我乌孙的老规矩。你放心吧，孩子会交由我母后抚养，绝对不会亏待他。这也是我母亲答应立你为王储的唯一条件。昆明，你一出生才不足半月，你不会是想把他从我身边带走吧？这件事情已经定了，不能更改。昆明，如果是这样，后宫宁可他不是王储。此事岂能容你戏言？立你为王储是好事，你不是一直想这样吗？穆哈兹，把孩子带走。虎姑，要记住，以后不要再打听王庭的事，不要以为自己的孩子做了王储，手就可以伸长了。哎呦，来来来，哎呦，我的小宝贝儿，我乌孙的小王储，真漂亮。太后，昆明说王子尼还未满月，昆明会亲自挑选奶妈来照顾他。哼，昆明也真是的，连我都不放心。我这儿有的是奶妈，一定会把小王储喂得壮壮的啊。那是，有了太后的照料，昆明当然放心。好了，你先退下吧。告诉昆明，我会亲自带你去祖陵为这孩子祈福。宝贝儿，这王子长得真漂亮。是啊，太后，您为何叹气呀？这孩子确实漂亮，就是太像胡姑了。你去备好车马，我要带王储亲自去祖陵祈福。哦，对了，之前跟你说的可曾备好？太后，一切备齐，神鬼不知。我去了。去吧。我想一个人为王储祈福，你下去吧。先祖们，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君须弥。
为了乌孙，若要惩罚，便惩罚我一个人吧。下不了手吧？什么人？什么人？解忧，解忧！哎呀，不可能！你的灵魂为什么会出现在祖陵里？因为我嫁给了昆弥呀，要做鬼，也是乌孙的鬼。你做鬼便去做鬼，你为何现身在我面前？因为我看见了，你要害死这个孩子。解忧，你葬身火海跟我可没关系，我没有害你。说，为什么要害死这个孩子？你不要过来！为什么要害我？为什么？你不要过来！你说你没有害我，那你告诉我，我滑胎到底是为什么？啊？细菌公主怀孕的时候头痛难忍，我和胡姑怀孕之后也都头痛难忍，这分明就是一种中毒的症状。有人不但要毒害我肚子里的孩子，还要置我们于死地。当着祖先的面，你把话说清楚，要有半句假话，我现在就带你下地狱！不，你听我说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不想让匈奴和大汉的血统混入乌孙，我都是为了乌孙的将来啊！血统就这么重要吗？如果你们的孩子成了王储，匈奴也好，大汉也好，都会逐渐地控制乌孙。可你杀害的是无辜的孩子，他们是无辜的，他们的母亲也是无辜的。当初细菌公主中毒的时候，不是你下的药吧？我给你们下的只是滑胎的药，怎么可能会毒死细菌呢？以你的身份，一定不敢做这样的事情。你还有同谋。昆弥被狼咬伤，经太医诊治之后更为严重，而且头痛难忍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他竟然，他是谁？谁呀？解忧，你不要问了好吗？你不要问我了，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。即使你带我下地狱，我也不会说的。好，我不逼你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远离这个杀人凶手，不然会给你招来杀身之祸。事情过去之后，你一定会受到惩罚，但是现在，你要帮我做一件事情。你惩罚我吧，你带我下地狱吧。纳赫雅见过左夫人。大半夜的来我寝宫，好没有规矩。请夫人恕罪，是皇太后差纳赫雅来的，她有急事要见你。太后找我？是，请您移驾祖陵，太后在那儿专程等您。大半夜的去祖陵干什么？你回禀太后，有事儿，能否明日再？
难道是你？夫人说的没错，是有关王子密。如果你还记挂着王储，那就不要再推脱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请。太后，胡姑来了。太后。解忧，你都已经死了，为什么还要在这儿啊？我死得好惨呐，被火烧，被烟熏，死无全尸。是谁害死了我？我要报仇，我要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那你别来找我呀！四老失火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你数次设计陷害我，又利用李陵使出连环计，一箭双雕，把我和翁归都关进死牢。你好聪明啊！这次事情你一定也脱不了干系。真的没有。自从我怀孕了，我就没有想过害别人。你说我中毒，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，我哪还会害你呀？那你敢当着列位祖先和我的冤魂发誓吗？我胡姑发誓，如果是我放火，我不得好死，我儿子也不得好死。解忧，我求求你，不要伤害我的儿子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爱你的儿子，所以这次我姑且信你。胡姑，你该为你的儿子想一想，他是王储，是未来乌孙的王，你要好好的教导他，让他成为一个好的君王，让乌孙更加强盛。这个王庭里隐藏了太多的秘密，多到连你都意想不到。这些秘密会置人于死地。你、我、细君，甚至昆明，都是这些秘密的牺牲者。你要小心啊！小心谁啊？小心所有人。我已经不在了，但是你记住，如果让我知道你做了任何对不起乌孙和昆弥的事情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解忧，你可真行啊！不愧是戏班出来的，这装神弄鬼的功夫一点都没生疏啊。是，公主，你以后可别这么吓我。我怀天杀什么都不怕，就怕这装神弄鬼的。好了好了，通过这件事情，至少可以证明一件事：胡姑没有参与凶手的计划，她自己都不知情。那这个幕后主使到底是谁？有这么大力量，连陆胡母都被他控制了。公主，我打听到了不得了的消息。什么消息？你可知道同蒲都尉？同蒲都尉？同蒲都尉是匈奴单于为了控制西域而设置的特使，此人可以过问西域的政治、军事，可以插手矿藏、税务，而且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身份。这可是个深不见底的角色。没错，我原来担任过皇上的袖衣使者，曾专程到西域去探查此人的身份。后来我们死了很多人，都没有查清楚他的真实身份。此人不好对付。那你查到同蒲都尉的身份了吗？那倒没有，不过据说同蒲都尉一直隐藏在乌孙很多年了。哦，
他还用乌孙人的身份活动于西域。这么说，乌孙混入了匈奴人，不可能吧？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早先我和王兄在匈奴作为质子，而且先王列焦弥的复国也与匈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如此看来，一切都有可能。怀大哥，麻烦你把胡姑送回去，不要惊动其他人。好。怎么？看来你已经有法子了。还是要从太后身上着手查，她知道太多秘密了。冯辽，还要拜托你一件事情，去打探一下匈奴军队的情况。好，我天亮就动身。冯辽，自己要小心。哦。好久没有看日出了，这林子里的空气真好闻。这是多亏了你啊，装神弄鬼吓坏了陆虎母，把这周边守卫的士兵都调走了。不过我还是不理解，你为什么会放过胡姑啊？要我对一个母亲下手，我还是做不到。虽然她是胡姑。不错，你还是没变，还是我那个解忧，善良的跟个傻瓜一样。可是我没想到，太后既然会三番五次的对已有身孕的后宫下毒手。我倒是能理解她，毕竟她也是个母亲，她所做的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为了王兄。况且什么？没什么。我在想，你说，如果当初是我继承王位，现在你是不是就属于我了？你想要那个王位吗？相比起来，我更想要你。你要是跟你那王兄一样，整天想着这些国家大事，我也懒得理你呀。解忧，如果这次一切顺利，你还会再回到他身边吗？我最好还是不要出现了。我想，你想什么？过属于我自己的生活。什么叫属于你自己的生活？不用为别人而活。你说话能不能别绕弯子？我饿了，再不吃东西我就变成饿死鬼了。你舍得吗？你等着。公主，易硕，易硕好想公主啊！我也好想你。我让冯辽去找你来，是想问问你上次帮我解毒的药方，可还有？公主是要为谁配药啊？昆明。乖。莫兰特，夫人，你醒了。我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回夫人，是太后差人送夫人回来的。昨晚您与太后饮酒，喝得多了些。我喝酒了。那王子也是太后送回来的，说是王子还是跟母亲住好一些。难道我出现幻觉了？夫人，你说什么？昨晚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提起，听见了吗？是。
敬左夫人稍后，容我禀报太后。公主，出事了！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太后死了！怎么会这样？太后死了，我们唯一的线索就断了。解忧，这儿不能待了，我们得马上离开。没错，太后死得太蹊跷，如果她把见过你们的消息告诉别人，那就全完了。可是我们还能去哪儿？要不，去右大将府上？不可以，这个时候不能相信任何一个王庭里的人。公主，右大将这个人，我知道右大将是一个好人，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去找他，只会给他添麻烦。我倒是知道一个地方，一定安全。哪里？母后，母后，你不会自杀的，肯定是有人害你。你放心，有孩儿在这保护你。昆明，嘘，你干什么那么大声？我母亲在睡觉，你们都小声一点啊！木哈子，木哈子，去把我母后身边的所有人都给我抓起来，我要一个一个亲自审问。啊！昆明，请节哀。太后驾崩，事发突然，您现在要是动了干戈，恐怕民心不稳，造成大乱。昆明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事儿跟你们这些亲兄奴派肯定脱不了干系，跟我没关系。还有之前解忧跟文贵的事情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不是小侯干的，不是小侯干的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是不是你干的？昆明，您多想了，不是小侯干的。昆明，我要杀了你！昆明，我要杀了你！不是小侯干的。昆明，这些匈奴人，我要杀了你们！我要杀光你们！杀光你们！那何阳，你伺候太后多年，也是宫里的老人了。你要是现在说，就不必受这些活罪。昆明，那何阳实在是不知道。我一进门就发现太后她已经……昆明，我说，昆明，太后，她的确不是自杀。说下去，回禀昆明，
到宫里是10几年前，那个时候的昆明还没有继位，是有人安排纳河雅在太后身边服侍。这个人是谁？是否能退避左右？现在你可以说了吧？派纳河雅到太后身边的那个人，其实昆明也熟悉。太后曾经说过，若非有此人帮助，现在当上昆明的，恐怕就是翁归殿下了。这人竟然……没错，多少年来，太后一直受制于这个人。太后的死也是这个人所为。这人到底是谁？昆明，纳河雅知道，我说了也是死。不说也是死。纳河雅恳请昆明，如果纳河雅说出此人的名字，您能不能饶纳河雅一命？好，只要你说出此人的名字，姑答应你，饶你一命。快说！你们是什么人？要造反吗？穆罕兹，穆罕兹！这大半夜的什么事儿啊？不能明天说吗？夫人，你得救救小侯啊！怎么了？小侯把昆明软禁了。什么？小侯把昆明软禁了？你疯了你！我没疯。昆明丧妻失弟，太后也不知道为什么自杀了。让昆明现在把所有的气都撒在了我们这些亲匈奴派的大臣们身上。现在昆明正对太后宫里的人刑讯逼供呢，下一步没准就是小侯啊。所以小侯为了乌孙，为了昆明着想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趁此机会……闭嘴！你这是犯上作乱，大逆不道！夫人得救救小侯。小侯软禁昆明，心里也非常害怕。但是夫人，您想啊，咱们为什么不借此机会跟汉朝断交，联合匈奴，把汉朝在乌孙的地方连根拔掉呢？我虽有此心，但谈何容易？右大将等清汉派大臣握有重兵，万一要是闹僵了……夫人，这事儿不难。只要夫人以昆明的名义命令右大将即刻前往边境防范，那赤谷城内就唯夫人马首是瞻了。否则晚了的话，右大将会把小侯等一网打尽，到时候就怕连累夫人和小王储啊。好。成败在此一举。夫
夫人英明。将军，怀将军求见。右大将，怀盟有事相求。怀将军，俺索克帮不了你了。将军，怀某还未开口。不是我不帮，是我刚刚收到昆弥的急令，命在下前去边境相助防务，即刻动职。这么急？替我跟冯姑娘道个别。左夫人，怎么样？哦，大臣们都到了，都在殿外等着呢。右大将呢？右大将在1个时辰之前出的城。很好。夫人，昆弥的诏书。啊。夫人真是好文采呀！这和昆弥的文风笔记竟然完全一样。哎，夫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万万使不得呀！怎么使不得？夫人，您想，您是王储的亲生母亲，这诏书里昆弥让位给王储，夫人理当摄政。乌孙向来就没有这个规矩，况且很多大臣都把我当成外人，他们怎么可能让我摄政？话是如此，可是……少废话！都什么时候了，岂敢畏惧？现在温归死了，右大将不在，大陆荒废在家，朝中就你一个重臣，让你摄政，谁敢有话说？小侯就是让你做你就做。现在乌孙到了最紧要的关头，你要再敢推辞，我就把你犯上作乱的事情告知全城。不是，夫人您可别吓唬小侯。小侯做就是了，但是小侯执政就是个样子，大小事还得夫人定。那是当然，看你也不是这块料。把大臣们都叫进来吧。受于狼伤，伤势颇深，多日不愈。赤谷城遭遇多事之秋，王族接连身亡，昆弥身心疲惫。现下昆弥降旨，传王位于王子宁，是为黎民。常山西侯为摄政大臣，昆弥为太上王。常山西侯，臣在。宣旨。宣旨。吃点东西吧，这一整天饿着肚子可不行。这一整天发生的糟心事太多了，实在是没什么胃口。哎呀，文贵将军，你选这种地方好啊，
谁也想不到你和公主藏在这种地方。哎呀，有个老相好，就是方便啊。这位姑娘说笑了，我只是翁归将军的老朋友。哦，冯辽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哎呀，你急什么呀？怎么能不急呢？你没看那公主连饭都吃不下吗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匈奴军队蠢蠢欲动。我就知道单于他早有准备，早就说过不应该放胡姑走。这次也许是我做错了，但是现在时间紧迫，必须想办法夺回赤谷城。怎么夺呀？兵权，联合右大将的兵权。我这就给他写信。写信是不够的，你要亲自去一趟边疆，密见右大将，请他带兵回来清君侧。我也想啊，可是我放心不下你。哎，哥哥，咱俩还是先出去吧。你走走走走，哎呀，走吧。我知道，眼下乌孙面临着覆灭的危险，昆明的生死未卜，这个时候确实兵贵神速，耽搁不得。那你还不快去？我也知道，你心里一定有一个冒险的计划，回走就更没有人可以拦得了你。解忧，答应我，我回来之前你不可以出事。我不会的，你忘了吗？我还有这把刀陪着我。带好的，他在我在。撤！撤！怀大哥，我要你立刻飞书皇上，请他发兵，还要你亲自去玉门关外迎接援兵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公主，我走不得。怀大哥，我问你，以乌孙现在的兵力，抵挡匈奴的大军，有几成胜算？不到3成。所以，这次能够帮助乌孙御敌的只有汉军。这件事情你无论如何都要帮我办成。公主说的没错，可是我怕皇上会因为上次公主放走李陵的事不肯施以援手。我也有些担心，但是我相信皇上不会因小失大。还有，如果我和翁归都离开赤谷的话，只有冯辽一个人来保护公主，这样太危险了。我知道，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，这次只能放手一搏。好，我会尽力的。怀大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一路以来的陪伴。如果没有你，我刘解忧今天什么都不是。谢谢你。夫人，这是几个亲匈奴派大臣联名的奏折，想在今天的朝堂上奏给小侯。小侯还想请夫人先行过目。怎么回事？哦，大臣们都认为，现在应该示好大单于，担心匈奴会对乌孙用兵啊。这是向匈奴示好吗？这是要乌孙从此臣服匈奴。小侯一直认为这是夫人所想。荒唐！匈奴是匈奴，乌孙是乌孙，多年以来就是兄弟友邦，绝没有谁臣服谁的道理。哼！这份奏折
不许拿到朝堂。下去。我要是非把这奏折拿到朝堂上，不可能。你什么意思？夫人怎么一直这么幼稚啊？小小的乌孙能打败岳氏，收复失地，还不是靠我们匈奴幅员辽阔、兵强马壮吗？你们匈奴？夫人已经被乌孙人同化了，张嘴闭嘴乌孙利益，这实在是让小侯大失所望啊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自然是匈奴人，在下官拜同蒲都尉。你就是同蒲都尉？没错。我一直以为夫人会以匈奴的利益为重，但是夫人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以后朝堂上的事，夫人就不必多问了。你，夫人若是把小侯的身份泄露，那你做的所有的事情，一样都保不住。你软禁昆明，是不是早有预谋？没错，昆弥受伤，就是我圈养的那些狼打的埋伏。我从你后宫偷了昆弥那件披风，狼记住了它的味道。那太后多问无益。夫人现在最应该担心的就是你的小妮妮。夫人留步，唐山西侯有令，凡进昆弥寝宫者，都得经过他的允许。放肆！我身为后宫之主，难道还要听他的？不想死的都给我让开！是你，你来了。昆弥，哎，别叫我昆弥，我现在已经不是昆弥了。现在乌孙的昆弥，是你，还是长山？啊？昆弥，一切都是暂时的。等你病好了，我再去说服长山，乌孙还是你的。哎，温归已经死了，解忧也死了，就连母后她也死了，姑已经什么都没了，只剩下这个江山。你那么想要，就拿走吧，啊？这些不正是你想要的吗？
虎姑能够嫁给昆明，已经心满意足，哪儿还有别的想法？好了，昆明好好养病，虎姑会一直陪着昆明的。虎姑，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了，你还想我怎么样啊？昆明不要胡思乱想，虎姑是昆明的左夫人，现在只不过是帮着昆明代理国事。等昆明病好了，一切都是昆明的。你跟常山已经达到你们的目的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离我远点儿，让我一个人安静安静，让我在这儿好好的想一想自己过去的错误，好好的想一想我为什么会那么有眼无珠，想陷了你们这些小人。虎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实话？哼！以前顾身边每个人都跟我说的是实话，可是我知道，他们不是为了顺从，就是别有用心。从第一天我当上这个昆迷开始，我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谎言、揣测、权衡。我已经累了，顾已经累得心力交瘁了，不想再面对这些权力的斗争了。这些东西把我变得跟你们一样，就因为这样，我才会失去我的爱人，失去解忧，失去母后，我已经什么都没了。你们还缠着我干嘛？不过姑也谢谢你们，自从你们把我软禁之后，让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宁静。姑终于可以过上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日子了。谢谢你，翁龟哥哥，翁龟哥哥，给我当马骑好不好？老子才不呢！我可是乌孙的王储，草原上的狼王，怎么能给你当马骑呢？哼，翁龟最讨厌了，我不喜欢你了。军须哥哥，军须哥哥，就知道欺负我哥。军须哥哥，翁龟他最讨厌了，他不给我当马骑。好了，妹妹，我来背你好不好？还是军须哥哥对我好。翁龟，你就是我的敌人，我要杀了你！啊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昆明这么说，那我算什么呢？你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不是。昆明，好好休息。
是谁？是谁？是我，解忧。解忧。解忧是你啊！没想到你死了，还要来看我。都是姑不好，是姑害了你。要不是我把你关起来，你也不至于葬身火海。还有温贵，是我害了你们2个人。我想，你跟温贵现在应该能在一起了吧？要不了多久，我也会去看你，到时候当面向温贵道歉。只可惜，姑没能替你们报仇，对不起。昆弥，你一定要振作，你依然是乌孙之王，是乌孙所有子民心中的男人。你放心，我和温归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你平安健康。你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，就是让自己赶紧好起来，寻找复仇的时机。解忧，姑想你。你能过来，让我看看你。你我人鬼殊途，我不便久留。昆弥，保重吧。解忧，解忧。看看了啊！哎，便宜了，来看一看，看一看啊！阿依拉，来点吧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，关于温归的。温归，看看啊！温归，他没死，真的吗？那你快带我去见他。千真万确，他们假死啊，是怕有人再次加害。这件事情呢，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，
知道了，我一定不说出去。那你快带我去见他，我有好多话想要跟他说。他不在赤谷城，你若想见他的话，得等几天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将军，不好了！说什么呢？见鬼了！对，我看见了。这大白天的，真见鬼了！滚！摸够了没？殿下，没死，我就知道你没死。去，装什么未卜先知？你怎么知道我没死？直觉。咱们一起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这么久都没事儿，一把火就能把你烧死，我才不信呢！哎呀，我这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出来，你说你也不请我坐着说话啊？好。哎呀，我这好长时间没喝酒了。殿下，你没死，昆明他知道吗？安索克，我今天来找你，就是要请你帮个忙。这件事情跟昆迷有关。殿下尽管说，安索克能做到的，一定去做。好，丑话说在前面，我虽然是死里逃生，可我是畏罪潜逃，眼下我还是乌孙的逃犯。可是我要你帮我做的这件事情，是率领你的部队随我一道杀回赤谷城。殿下可有昆迷的符印？废话，有符印我还找你？我不跟你说了我是逃犯吗？可是没有符印，我怎么调兵啊？安索克，你这带兵在外，赤谷城里发生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常山西侯和胡姑狼狈为奸，软禁了昆迷，把持朝政，为所欲为。眼下赤谷城已经乱作一团，你可知道？有这种事儿？我翁归向祖宗神明起誓，刚才所言句句属实。安索克，昆迷眼下重伤在身，所以无法与这些奸臣抗衡，所以我更需要你带领你的军队跟我一道铲奸除逆，救出昆迷。殿下，我手下的这些将士，个个都是跟你出生入死拼出来的，只要你一句话，他们全跟着走。可是没有符印，咱们出师无名啊！如果让奸臣挑衅，那咱们可是反叛的死罪啊！这用得着你提醒？你忘了我怎么成逃犯的了？殿下，你身为昆迷的弟弟，我又是一个带兵的大将，擅自调兵。这次起义要是失败，若要被定罪的话，可是人头不保啊！你说的没错，一旦失败，安索克，我与你一道人头不保。可是，一旦成功，你可是协助昆迷夺回王位的大功臣。在乌孙，你可要青史留名了。你在干什么？听说夫人昨晚去见了昆迷。昆迷病重，我去看自己的丈夫怎么不行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当然跟我有关系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任何人都不能亲近昆迷。我说的任何人也包括夫人你，听得懂吗？啊？把孩子还给我，我再也不去了。我当然会把孩子还给你。但是有件事儿我要提醒夫人，你身上流着的可是匈奴人的血。嗯？这个我当然没有忘。很好。我还想请问夫人，如果昆迷病好之后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他是乌孙的昆迷，我只不过是代为协政。等他病好了，王位还是要还给他的。还给他，夫人，
想必你已经忘了，匈奴人有一句老话：狼要生活在狼群，纵横草原；狼要生活在羊群，那就得终身低头吃草。夫人身上流着的是匈奴人的血，却因为常生活在乌孙，已经把匈奴忘了，口里还念念不忘昆明。夫人，今天这个局面，我得来的好辛苦，你还让我把王位让出去啊？如果昆弥翻脸无情，给我定个谋权篡位的罪名，我该怎么办？昆弥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，只要你诚心认罪，死罪一定能免。把孩子还给我！你刚刚答应我的。孩子，我可以还你，但不是今天。他可是王储，是乌孙未来的王储，放在你这儿，我实在不放心。万一夫人把一只活蹦乱跳的小狼养成一只温顺的绵羊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我要带到我府上去养。夫人若是想他，来我府上便是。他是我的孩子，我怎么可能照顾不好他？昆弥还是你丈夫呢，你照顾好了吗？翁归去找右大将搬救兵，已不知道怎么样了。他空口无凭，右大将能信他吗？哎呀，公主，你就放心吧，翁归口才那么好，再说他的身份摆着呢，右大将不会不信的。怎么了？胡姑。乌孙的祖先们，请你们保佑昆弥，让他早日康复，早日获得健康的躯体，早日让他明白我对他的一片真心。希望你们保佑，保佑乌孙未来的希望。我和昆弥的儿子，你让他平安长大，成为草原上最伟大的昆弥。祖先们，只要让他们父子平安，我胡姑愿意奉上生命。你干嘛老是缠着我呀？现在是白天，你尽可好好看看我，是人还是鬼？你没死啊？让你失望了吧？那个尸首，阿彩，阿彩是为了救我才被火烧死的。那你既然没死，干嘛躲躲藏藏、装神弄鬼的？这次，我想躲在暗处，好好的看一看，谁才是我真正的敌人。敌人？你是说我？过去也许是吧，可现在你我是同一条战线的人，你的朋友已经变成你的敌人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。我没空听你说这些。你没死的事情我不会跟别人说的，赶紧离开赤谷城，别让我再见到你。
常山西侯跟你亮明身份了吗？冯辽，你告诉他，常山到底是谁？常山西侯其实是匈奴人，他有一个称号叫做同蒲都尉。他游走西域36国，专门执行绝密任务。你都知道？我也是刚知道的。虎姑，你虽然是匈奴人，但我相信你对昆弥的感情是真的。你我都是女人，也都有过一个孩子，我相信你会为了你的孩子不顾一切，对吗？那又能怎么样？昆弥被软禁在宫中，我的孩子在常山手里。简佑，你救过我的孩子，今天我放你走，算是还了你的恩情。你快走吧，永远别再回来。我不会走的。你我是乌孙的左右夫人，现在昆弥有难，我们不能走，我们要一起努力保护昆弥，还乌孙一片宁静。就凭我们没有兵权，没有内应，怎么可能扳倒常山？只要你我联手，就一定有办法。常山西侯再厉害，他也是个人，是人就一定会有弱点。行了，合作的基础是信任。你我阵营不同，天生就是敌人。我不会相信你，你也不可能完全信任我。就算我们俩联手，我们也不可能把孩子从常山手里夺回来。只要孩子在他手里，我就不可能冒险。你现在处处被动，难道你指望常山西侯他大发慈悲把孩子还给你吗？没错，孩子的性命固然重要，那昆弥的性命就不重要了吗？常山一旦决定利用你的孩子作为统治乌孙的工具，他会放昆弥一条生路吗？公主，有人。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靠我们自己。哎呀，我说公主啊，你长点心行不行？胡国什么人啊？什么话都跟他说，你就没有想过他跟常山西侯是一伙的？你说的对，他一直都是我们的敌人。要以前我肯定不会相信他，可是现在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如果没有他，我们根本搬不倒常山。侯爷，有紧急情况。说，右大将军率军离开驻地，连夜行军，直指赤谷城。右大将来的正好，我正愁没机会收拾他。没有兵符就敢起义，这是谋反。马上通知各营将领整顿队伍，准备与叛军交战。喂。我的侍女呢？侯爷有令，您的那些侍女年纪太大，怕侍候不好夫人，因此再为夫人选派一批新人，这2天就会来服侍夫人。出去！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靠我们自己。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，大事不好了！
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？末将率骑兵同叛军作战，在叛军的队伍中，末将看到温圭将军。谁？温圭将军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末将亲眼所见，温圭将军骑在马上，同右大将并肩而行，两人谈笑风生，还让末将给侯爷带话，说让我们放下兵刃，开城投降。如若不然的话，他们就什么？他们就用侯爷的脑袋做开城的钥匙。温圭还活着。温圭现在离这儿还有多远？还有300里地。传我口令，所有守军紧急戒备，严防死守，绝对不可开战。传令之后，带一半士兵搜查赤谷城的每一个角落，必须要找到刘解忧，听明白了吗？右夫人她不是死了吗？废话！温圭活着，刘解忧还能死吗？我的话记住了吗？给我找到刘解忧！喂！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没事儿，我这儿随便转转。有事儿吗？哦，没什么事儿。阿依拉，最近你听说什么没有？我刚刚听说一喜讯。喜讯？啊，说温圭没死，跟右大将正在来赤谷城的路上。温圭没死啊？我刚听说的呀。我手下的人看见了，这还能有假？这温圭既然没死，那刘解忧应该也在赤谷城。你见过没？没见过。要是我见到他了，我一定告诉你。好，忙吧，没事啊，忙吧。奎米，长山，怎么这么快就忍不住先来杀我了？昆弥这话是怎么说的？小侯怎么能伤害昆弥呢？右大将他意图谋反，请昆弥立刻下旨，小侯会奉旨将他捉拿。那右大将他做了什么呢？他没有得到昆弥旨意，就率军攻打赤谷城。哦，不过昆弥放心，小侯一定把他抓回来，让昆弥治罪。想不到安索科那小子还不赖啊！现在军情紧急，刻不容缓，请昆弥立刻下旨。长山啊，你知道你这么做叫什么吗？逼宫。为国为民，忠言劝谏，这怎么叫逼宫呢？休息。
写不写？不写。等等，等等，我写，写。右大将练兵有方，忠心为国，功在千秋。我让你下旨，对你是有一份敬意，没关系，这旨你可以不下，无所谓。别忘了，你的符印在我手里，我想怎么写我就怎么写。常山，你也别忘了，右大将他骁勇善战，你不是他对手。你要跟他对战，你必输无疑。要不这样，你把姑放了，姑赦免你犯上作乱之罪，如何？那我是不是还要感谢你的不杀之恩呢？有件事我忘了告诉你，我已经派人去匈奴请兵了。只要匈奴大军一到，我打开城门，你猜怎么样？右大将就算再能打，他也得投降。你还有，只要你在这儿，翁归跟右大将他们胆子再大，他们敢轻易攻城吗？啊？你说谁？翁归。翁归。你以为你挟持了我，他们就不敢攻城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常山，乌孙子民只听我一个人的。你若让他们知道你挟持了我，那后果如何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昆弥不说，倒是提醒我了。乌孙现在大部分官员都偏向匈奴，只有几个不识时务的家伙还梦想着大汉。我告诉你，我会慢慢的一个个将他们除掉。到那个时候，大权在握，你觉得我还会在乎乌孙的子民吗？昆弥既然说了，我也不能轻视。看来第一个拿来开刀的还是右大将吧。小侯现在想请昆弥好好休息，我现在就出城守卫城池，与叛军一战。翁归若没事，那解忧，安索克，此处离赤谷城还有100多里，你命令部队连夜急进军，明天天亮之前应该就能赶到。部队交给你带，我先走一步。记住，到了赤谷城先不要行动，等我的消息。温贵殿下，我可是拼了身家性命跟你回来的，这眼看就要到了，你怎么撂挑子？谁说我撂挑子了？我这不先回去找右夫人吗？这大战在即的，你不好好带着大伙打仗，找什么右夫人？咱们打到赤谷城去，你不自然就见到了？你这个脑子，我要说你什么好啊？你想，常山他知道是我带兵回来，他当然知道我没死。那我没死，是不是就意味着解忧也没死？以他的性格，一定会全程搜捕解忧。我提前回去，就是要防着这一点。哦，再说，他一定想不到我会偷偷提前回城去。到时候咱们里应外合，不是能更快救出昆弥吗？安索克，兄弟们的性命可就交给你了。殿下放心，安索克在，兄弟们就在。您要多加小心，找到右夫人，尽快联系我。先走一步。
那边好像有人。解忧，什么人在叫？解忧，解忧，你快出来见我！我想明白了，你说的对，我们必须靠自己。是狐姑，狐姑，公主，你不能去，她信不过。她现在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走。解忧，你来了。我想明白了，什么人？狐姑，是我请她来的，要扳倒长山，只能依靠狐姑了。我和解忧已经见过一面了，解忧说的对，现在乌孙一片混乱，昆明又被长山软禁，想要解决问题，必须靠我们自己。我现在想到一个办法，或许能扳倒长山。动手！不行，我不同意，太冒险了，一步走错，全盘皆输。我要是想抓你们，现在就抓了，何必骗你们去宫里呢？就按狐姑说的做吧，虽然简单，但是有效。可是公主，嘘。我的好妹妹，你怎么还是那么容易轻信别人呢？你个骗子！闭嘴！要想扳倒长山，救出昆明，必须听我的。长山侯爷，右大将已率领戍边部队抵达赤谷城外，声称侯爷要交出昆明，还说侯爷软禁了昆明，把持朝政，居心不轨。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右大将听说昆明病重，于是起兵造反。一个反贼的一面之词，怎么能信呢？我还没问你呢，那里翁归没死，跟这帮反贼在一起，还是这帮叛军的首领，这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吧？翁归将军没死？对呀，确实我也有所耳闻。长山西侯，请不要转移话题。昆明现在到底在哪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昆明病得再重，也应该出来给个说法。就算昆明不在，那代他摄政的左夫人在哪儿？我在此。既然左夫人来了，眼下右大将兵临城下，请问左夫人该如何处置？诸位不必忧虑，眼下有一件比右大将更加严重的事需要处理。我敢担保，如果这件事情处理好，右大将的事自然就解决了。夫人所说的是何事啊？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，刘解忧没有死。刘解忧没死，真的？现在就在我手里。如今乌孙一片混乱，为何大家不想想究竟是因何而起？刘解忧私放李陵，引来匈奴和大汉为敌。随后，太后去世，昆弥打猎受伤。眼下右大将聚众谋反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因刘解忧而起。刘解忧已经亲口承认，害死太后的主谋就是他。真的吗？如果大家都没意见，我现在就把刘解忧带进来，让他当着大家的面亲口承认自己的罪行。我把刘解忧交给你，你把儿子还给我。关键是他能认罪吗？昆明在你手里，他怎么可能不认罪？诸位，既然刘解忧没死，他也肯认罪，那我们不妨把他请上殿来，看看他说什么。怎么样？对，好，把他请上殿来，这没错。带刘解忧。
然还活着。哎，你说你是陷害太后的主谋，这事儿真的假的？太后确实因我而死，我愧疚不已。今天当着所有大臣的面说出事情的真相，希望大家可以宽恕我，免我一死。没想到，你居然是这种人！既然他已经承认了，还让他说什么？各位，对，什么都。既然刘解忧来了，就让他把话说清楚。大家都在，要实话实说。你是怎么害死太后的？所有事情的起源，都是因为孩子。话说清楚，什么孩子？大家都记得吗？乌孙出兵大渊的时候，我怀了昆弥的骨肉。可就在我生产之前，却突然滑胎，失去了我的孩子，也让乌孙失去了一位王子。可是自我怀孕之后，我就非常小心，滑胎之事太过突然，这其中定有蹊跷。于是我就开始查，没想到，害死我孩子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们的太后陆虎母。你说什么？太后为了保住王室血统的纯正，不惜害死了好几位王子。她在给每一位核心公主的安胎药中，都加入了滑胎的药物，让我无法保住我自己的孩子。而细君公主也是如此，失去了她的孩子。刘解忧，你杀害太后，还敢污蔑太后的名声？我告诉你，刚才你所说的每一句话，句句都是死罪。正是因为我知道太后这件事情，才让太后遭奸人所害，死于非命。还在狡辩？你现在就是罪人。我何罪之有？刚刚你还亲口说你杀了太后呢，大家都听到了呀。我说太后之死因我而起，却从来没有说过太后是我害死的。害死太后的真凶就在这里，他利用太后，让每一位核心公主饱受滑胎之苦。是谁呢？还利用太后在他手里的把柄，在药里加入剧毒。大家想一想，滑胎虽然伤元气，但不至于死。细君公主为何而丧命？而我、昆弥还有胡姑，曾先后中毒。如此毒辣的手段，是何人所为？当庭翻供，你以为能救得了你的命？救不了。来人，把刘解忧拉下去。哎，慢着！左夫人，刘解忧说的话听起来匪夷所思，但他已经是犯了死罪的人，为何要在这个时候诽谤太后？难道大家不想听听其中的原因吗？说得这么邪乎，我们倒想听听还能说些什么。既然把话说了一半，为何不把话说全，省得我们大家弄得云里雾里？你们说是不是？是，说清楚。既然各位都想听，那我们不妨听听。刘解忧，你别忘了，诽谤太后也是死罪一条。那要挟太后，试图颠覆乌孙，该当何罪？毒害核心公主，谋害昆弥，把持朝政，又该当何罪啊？你能告诉我，谁能有这么大的胆子吗？有一个人，他生于匈奴，受匈奴大单于之命，周游西域各地。此人所到之处，无不充满阴谋或杀戮。后来这个人又到了乌孙，假扮成一名乌孙贵族，开始他更深的阴谋，就是要让我乌孙灭族，并入匈奴的版图，从此以后受大单于的统治。这个人利用太后谋害另一位夫人，表面上是为了保证乌孙血统的纯正，而实际上是为断我乌孙的血脉。我之所以说太后之死因我而起，是因为当我知道我的孩子之死跟太后有关，而这个人担心自己暴露，就残忍地杀害了太后。而现在，这个人又夺走了乌孙的王子，
以他的性命要挟左夫人胡姑，自己摇身一变变成了乌孙的摄政大臣。此人是谁？不用我多说了吧？常山西侯，我是应该叫你常山，还是同蒲都尉啊？侯爷，他说的可是句句属实。你真的是同蒲都尉吗？常山侯爷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呀？是啊，怎么会？刘解忧啊，刘解忧，你太能编了！我怎么可能是同蒲都尉呢？我是乌孙的常山西侯啊！各位，咱们相识多年，你们还不了解我吗？太后是一国之母，我怎么会伤害太后呢？刘解忧，你杀害太后，诬陷大臣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来人！同蒲都尉，我还没有说完，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人证。什么人证？皇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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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好吗？五龟，你果然没死。走，我带你出去。慢点，慢点。站住！放开昆明！把他们带走。走。纳赫雅，不用害怕。今天所有人都在这里，把你想说的话都说出来。你告诉大家，太后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这是乌孙大典，说话一定要小心一点。纳赫雅，你跟随太后多年，诚实可靠，有什么话尽管说出来。是他杀了太后。你说什么？你满口胡言！你一个下人敢在这儿说这种话，下去！你是匈奴人，江湖人称同蒲都尉。他多年前就来过乌孙，他为了隐藏身份，不敢抛头露面，他秘密来到宫里找太后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是烈椒迷去世的时候，烈椒迷原本把王位传给了翁归殿下，太后在这个匈奴人的帮衬下，篡改了烈椒迷的遗旨，让军须迷做了昆弥。这个匈奴人就以这个为条件，让太后帮他篡改身份，做了常山西侯。我多次亲耳听见他威胁太后，让太后按照他的旨意，把堕胎药送给喜君公主、解忧公主和胡姑夫人。太后有的时候不肯，他就威胁太后说，要把篡改遗旨的事情说出去。右夫人发现太后送去的汤药是堕胎药后，她怕暴露了自己，不惜连太后都杀害了。你以为太后死了，就没有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了？你一个人杀害太后的时候，我就躲在床后，我亲眼看见是你。你们串通好了，一起来陷害我。
你们是老糊涂了吧？我是乌孙的常山西侯，现在的摄政大臣。通仆都尉，你的死期到了。诸位，证据确凿，把常山西侯给我拿下！我看谁敢！为兵权在手，刘解忧有罪在身，他的一面之词，你们能信吗？啊！来人！今天你们谁都别想活着离开这儿，还有你，你以为你能活着离开这儿吗？现在就把这帮叛贼就地正法！愣着干嘛？动手！住手！都起来！都起来！常山，还不速速伏法！昆明，昆明，事已至此，常山已经不能回头，是常山错了，饶常山一命吧。昆明，常山只求一死。昆明，常山，把刀放下。昆明，常山，原来你一直把刀藏在这里，看来你是早有预谋啊！没想到吧？放下刀，放下刀，我还有活路吗？当然没有，但是我可以让你死得有尊严。今天我要走不出大殿，我就会先杀了你弟弟。好啊，要杀我便杀，有种就来啊！我知道你嘴硬，但是我也知道你怕死。你怕你死了以后，你那心爱的小情人会跟着你哥哥一辈子。昆明，我想用一条人命来换你的赦免，怎么样？你把刀放下，你把翁贵放了，我们万事好商量。不是他的命，难道翁贵的命比你儿子的命还重要吗？常山，你敢动我儿子一根毫毛，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我死了，我保证你儿子活不了几天。但是你要放了我，只要出了赤谷，我就让他把你儿子带回来。但是鉴于咱俩积怨太深，我还是先挑了你的手筋脚筋吧。刘解忧，要不是因为你是个汉人，乌孙跟匈奴早就该是一家人了。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废了他。哥，阿依拉，你把刀放下吧。阿依拉，你来干什么？回去，回去！把孩子给我。左夫人，解忧，小王储很好。阿依拉，我求求你们放了我哥。阿依拉，不要！我求求你们不要把孩子给他，千万不要！我把孩子还给你们，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把刀放下。不可能，阿依拉，把刀放下！阿依拉，你知道你这么做是在背叛我吗？阿依拉，我不会背叛你，我求求你，你把刀放下好不好？不可能，我不想让你再伤害更多的人，你把刀放下。你不是想离开赤谷城吗？我们现在就走，我们现在就走，我跟你走。你太单纯了，阿依拉。只要你把刀放下，我求求你。他们会放了我吗？你放了小苍狼，昆明一定会放我们走的，是不是？哥，常山的罪孽深重，就算我能放过他，乌孙的神明也不会放过他。听见了吗？啊！你太单纯了，走。小苍狼，我就问你一件事，你有没有喜欢过我？阿依拉，对不起，在我心里，我一直当你是妹妹，单纯的家人。你知道，我心里爱的是别人。
我现在就替你杀了这个混蛋！王兄，阿姨啦！昆明，把长山西侯给我拿下！昆明，昆明，昆明，昆明！小苍狼，你满意了吧？傻瓜，我不想让我哥哥死。可我更不想让你死。我知道你不爱我，我只想让你记住我。小苍狼，好冷。好冷。哎啦！托里泰，有话你就直说吧。昆明，长山该死。昆明所中之毒，刚开始毒性微弱，但是每过一日，毒性便多加一分，进入内脏，无药可治。但是在这段时间里，昆明似乎服用了能中和毒性的解药。什么？姑从未服过什么解药。是我在昆明昏睡的时候给你服下的。原来是右夫人替昆明延缓了毒性发作的时间。要命的是，昆明肋下的刀伤处，刀伤入骨，骨髓流入血液，还是不妙啊！什么不妙？毒素与骨髓融合，血液会逐渐变得粘稠，最终会……小人怕是也无力回天了。小臣该死。王兄他现在身体强壮，你一定要救他，听见没有？你必须要救他。那我还剩多少时间？小臣不敢。说，多则3个月，少则10天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喂，王贵，王兄，你刚才也听到了，我的身体已经无法处理朝政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所有朝政都由你来代为处理。王兄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可不能把这些烂摊子扔给我。等你好了，你自己来处理。不用多说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昆明，我这就飞鸽传书给皇上，让他请最好的医生给你诊治，好吗？不用了，你坐近一点，让姑好好看看你。
好好养病，一切都会过去。文贵，长山呢？已经拿下，等候昆明发落。怎么？他想耍什么花样吗？他已修书大单于，让大单于趁昆明抱恙之际发兵之功。文贵，你怕吗？姑也不怕。我们终于又可以像小时候一样，一起去打狼了。昆明现在病还没有痊愈，你就不应该把常山的话告诉他。以我对常山的了解，这个人诡计多端，他说的话未必是实话。可如果是真的，匈奴大军压境，到时候我想瞒也瞒不住。与其到时候再告诉昆明，还不如早说，让大家心里都有个准备。殿下，六夫人，殿下，紧急军情。说，斥候飞马来报，匈奴单于派出5万精锐奔袭赤谷城，明日将兵临城下。消息可否属实？千真万确。他们还说，匈奴大军浩浩荡荡，势不可挡。殿下，我们为了救昆明，把周边的军队全都调回来赤谷城。眼下边境开打，已经没有人能阻挡匈奴了。右大将，匈奴出兵总要有一个说法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怎么不说话？是，匈奴人说，殿下仗着昆明病重，自立为王，祸乱朝政。他们是要替昆明夺回王位。胡说八道！什么狗屁借口！王兄现在正好好的在后宫休养，到时候他亲自出面澄清，我看他们还有什么借口？他们还知道，右夫人你没死，让我们把你交出去。什么？如若不交，他们绝不退兵，而且破城之日，鸡犬不留。除了右夫人你，他们还让咱们把常山西侯给放了。欺人太甚！匈奴想打我，奉陪到底。愿为父亲随你迎敌。这个时候轻举妄动，岂不正中敌人下怀？解忧，匈奴人是铁了心的要你性命。目前的情况下，我唯有开战，要让他们看看我们乌孙男儿的血性。安索克，清点赤谷城人马，准备迎战。喂，等等，右大将，我虽不懂军事，敢问赤谷城中还有多少守兵？只有6000人，但我还可以再召集一下。敌人的兵力远胜于我们10倍，如果殊死一战，也许可以保住名节。可是万一要是失败了，这城中有多少妇孺百姓，岂不都成了陪葬？可事到如今，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？有，答应他们的条件。你疯了？你刚才没听见吗？他们的条件是要你把我交出去，可以阻止这场战争。解忧，你太天真了。要你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，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发动战争，吞并乌孙。如果把我交出去，依然不能阻止匈奴人的进犯，那我支持你们开城迎敌，奋力搏杀。可是，在这之前，如果有一丝希望，哪怕只有一丝希望，我们也要争取。没有希望，他们要的不单是你的人，还有你的命。不要再说了，安索克，速速派人通知匈奴主帅，我们乌孙的家事轮不着他们掺和。如若不然，我跟他决战到底。李王，你不必担心了。怎么了，义律？他们投降了？没有。哦，
他小小的乌孙，难道看不到我大军压境了？他们看见了，却还在加固城防。看样子，他要与我方决一死战。难怪说这乌孙是这西域诸国的异类，竟然敢如此不屑我大匈奴！哼！我看，既然他们不知死活，不如就大破城门，杀了他们的昆明。哎，哼！玉律啊，不要忘了，城中还有我们的胡姑公主。大单于有令，无论如何要保她性命。那你说，如何是好？我想这乌孙，哼，只不过是逞一时之勇。一旦两军交战，看到我军骁勇，他们必然会害怕，开城投降，交出解忧。可是，如果他们死守城门，又该如何是好？如此，便只有血洗赤骨城了。昆明小心啊！王兄，你怎么来了？托利泰，昆明不是让你好好照顾昆明吗？哎，是我让他带我来的。匈奴人的5万铁骑，故也来亲眼见识一下。王兄，这里有我们，你就安心养病吧。昆明，就不要再靠前了，当心冷箭。这匈奴军队势大呀，怕是不易抵挡。有什么可怕的？赤骨城城防坚固，再说我们也不是吃草长大的绵羊，匈奴人想杀进来没那么容易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王兄，昆明，王兄，昆明，昆明，昆明，王兄。小臣一再叮嘱昆明，体内还有余毒，一定要安心的静养。可是昆明眼下发起了高烧，显然是毒素已侵入了内脏，小臣已经无能为力了。好了，特雷泰，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，把我扶起来。去，给我准备好的东西拿上来。喂。你们先下去吧，我有事情要和文贵、解忧单独说。喂。文贵，过来。我相信，以你的能力，很快就会击退匈奴。到时候，你就是乌孙的昆明。王兄，哎。这是我临死前最后的一命。不过你要记住，你当上昆明之后，万事要以乌孙的利益为重。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得比我强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你得答应我。你做成乌孙的昆明之后，必须把解忧送回长安。我不能把他留在这儿，他会成为乌孙的隐患，这样匈奴人就永远有借口向我
乌孙发兵。现在该是你做出选择的时候了。你是选择乌孙，还是解忧？我要是不选乌孙，那你就可以带着解忧远走高飞，去过你们想过的生活。你可以娶她为妻，但从此以后，你不可以再管乌孙王庭的事。我会把王位传给胡姑的儿子你。这样的话，我想用不了多久，乌孙就会被匈奴吞并，成为匈奴的傀儡。你希望看到这一天吗？我不希望，我也不希望。我知道这很难做出决定。其实我这一辈子也在家庭和乌孙之间做着两难的选择，因为我不管怎么选，要么就牺牲家庭的利益，要么就牺牲乌孙的利益。可为了制衡匈奴和大汗，我只能选择后者。可是到头来，还是给乌孙带来了灾难，最后还弄得家破人亡，众叛亲离。千万别像我这样，我知道以你的能力，你一定比我强。不要做出错误的决定。无论你怎么选，我都支持你。带着解忧远走高飞吧。大不了我死后，面对乌孙的祖先们，接受他们的责罚，谁叫我们是兄弟呢？我支持你的选择，拿着。我只是一个女人，怎么可以和乌孙的命运相提并论？相信翁归会做出选择，做出让乌孙满意的选择。你出去，我和昆明有话说。你这么做不会后悔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回大汗？
因为在我活着的时候，我不想看到你们在一起。故事凡人也会嫉妒，以前都是我让着你，这次你就让我一回。我保证，这是最后一回。兄弟们，眼下匈奴人的5万铁骑就在我们眼皮底下。我想问，你们害怕吗？我知道，一定会有人害怕，这没什么。我也会害怕，我翁归也不想死。可是我们能怎么办呢？开城投降吗？眼下匈奴人已经开出了条件，只要我们答应他们的条件，他们愿意退兵。不能答应他们。匈奴人要我们交出我们的右夫人解忧。眼下解忧也愿意出城，以换取赤谷城得以保全。是。送一个女人出城，换得大家全部获救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但我想请你们每个人扪心自问一下，即便我们活下来了，我们能活得安心吗？我们能让一个柔弱的女人替我们去死吗？如果匈奴人今天要的是我们的母亲、我们的妻子、我们的女儿，我们能用他们的性命去换吗？不可能！能让乌孙女人替我们去死，我们自己却苟且偷生吗？不可！今天匈奴人要的是解忧，是我们乌孙国母，这是对昆弥的侮辱，对我翁归的侮辱，对每一个乌孙男人的侮辱。我们能够答应吗？不能答应！既然不答应，我们能开城投降吗？绝不投降！既然不投降，我们该怎么做？死战到底！我们不会孤军奋战的。白天沙将军会突围出去，请来我们的援军汉军，有汉军相助，乌孙必胜。右大将，末将在，你务必要保全怀将军顺利突围。殿下放心，末将一定助怀将军突破重围。今天翁归把自己这条性命与大家放在一块儿。我们死战到底，守住赤谷，守住解忧，将匈奴人杀得片甲不留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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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尽在不言中。解忧就交给你了。路上小心。放心吧，我会的。安索克，赤谷城生死存亡在此一役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殿下放心。今天，我们就做一件事：奋勇杀敌，誓为乌孙，誓为乌孙。
去位无孙，去位无孙，开城门！去位无孙，去位无孙，跟我回来！就你这点人，也敢跟我一战？我乌孙男儿，个个以一当十。我念你也是一员猛将，今天就给你个机会，交出解忧，我还你乌孙安宁。不要恋战，尽快突围。等我好消息，拜托了。乌孙就是公主，公主就是乌孙，兄弟们，杀！杀！怀天杀，他一定能冲出重围的。等援兵来了，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因为我而死。他们是为了你，但也是为了乌孙，为了和平。别再说傻话了。
义律，他武孙竟然如此负隅顽抗。烈王，你不必担心，赤谷城内的守军不过万人，我看他们坚持不了多久。义律，加紧攻城，逼他们交出解药。我匈奴战士不可长眠于此。末将定当竭尽全力。谢谢右夫人。别谢我，要谢谢解忧公主。再喝一点。解忧，解忧，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？公主，怀大哥，公主，怀某不辱公主使命。情况如何？敦煌守将愿意相助，不过要等皇上的旨意才肯出兵。什么？敦煌守将已经点起狼烟，长安城现在应该已经得到消息，就差皇上旨意了。先别高兴得那么早，万一汉帝不肯出兵，又该如何？不会的，皇帝不会坐视不理。乌孙是大汉的盟友。可即便是汉帝答应了，汉军到此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汉军一定会来的，你们大家相信我，请大家一定要坚持到那个时候。好，我们相信公主，我们相信公主，相信公主。哎，公主，冯辽他在外面，去吧。哎，看谁回来了？谁回来了？我回来了。还愣着干嘛？救人！啊，好。哎，给我找点喝的。都还不清，你起来，少占我便宜。我好累。滚！
说咱们打了几天了？有3天了吧？这帮匈奴还真是顽强，损失这么多人，还在坚持。我看守城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恐怕要……回天沙，回天沙，怎么了你？受伤了？我们去找医说，走。分了。答应我一件事。我答应你保护公主，我知道了。我想让你答应我，从今以后保护好自己。回天沙，你今天吃错药了。平时像个木头一样，今天会说人话了是不是？啊？你答应我。起来！真的来了！你答应过我，会听我的故事。哥哥，怎么不过去？我没办法面对怀大哥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他怎么会不断的睡在这儿？景佑，我知道你难受，坚强一点。赵将军，
带了多少兵马？回禀公主，末将一接到皇上命令，就日夜兼程赶来，但准备仓促，只带了5000精锐。5000精锐解不了赤谷的围城。后续部队什么时候能到？这个末将就不知道了。但皇上在信中说，要末将拼死保卫赤谷城。我想皇上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。辛苦你了。右大将麾下会安排你的士兵休息的，明日一早要跟我们一起战斗。多谢公主。那末将先去安顿了。5000人，根本不足以击退匈奴人，而且现在城内余粮不足，如果不能一举击败匈奴人，我担心赤谷城撑不了多久了。你不会又想用自己去换取匈奴退兵吧？我告诉你，想都别想！别说我不答应，赤谷城上下没有一个人会答应。你看看怀天杀，他是为什么死的？你这样做，他死都不会瞑目。公主，这场仗我们一定要赢，不能让怀天杀失望。来，喝点水。喝点水。又来了。来之，灭之。之前我们能够抵挡住匈奴的进攻，这次也一定能。可是赤谷城已经到了极限，我不希望这里遭受涂炭。解忧，你是解忧，你不能放弃。你选择的是赤谷城，不是我。解忧，保护这里是你的责任。如果今天右谷离王还不退兵，明日我就出城。亏我这么长时间一直把你当对手，没想到你这么不争气。那个就是右谷离王。我猜他是来谈判的。看来到极限的不只是我们。你真的要出城了？为了赤谷城，我要去试一试。解忧见过王爷。没想到大名鼎鼎的解忧公主是这么个女娃娃。我以乌孙右夫人、大汉和亲公主之名前来和谈，王爷却如此傲慢，这就是你匈奴人的诚意？和谈，那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罢了。看我5万匈奴大军兵临城下，你那小小的赤谷城，我挥手可破，拿什么跟我和谈？好在我们大单于悲天悯人，放你乌孙一马，快快开城投降。解忧就是要告诉你，
赤谷城不会投降的。你说什么？赤谷城不会向任何一个人投降。不过大王要是肯退兵的话，解忧倒是有一份大礼可以送给你。如果不投降，那就没得可谈了。哼，解忧告退。等等，您不是不想和谈吗？本王只是好奇，你要送本王一份什么样的大礼？有可能退兵吗？我领大军至此是为3件事：一，赤谷城投降；二，诛杀谋篡者；三，交出你和常山。做到此3件事，我匈奴大军立刻退兵。王爷的条件解忧明白，只是解忧不知道，王爷攻打赤谷城，你手下的5万精兵还剩几成？小姑娘，你什么意思？本王带兵攻城是折损了些兵将，但对付你那小小的赤谷城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小姑娘，纵然你身后有几千汉军，挡得住本王吗？解忧不才，但数数还是会的。自王爷攻打赤谷城3天以来，手下将士折损不止1万吧。我赤谷城岿然不动，现在又有汉军援助，不知你拿下赤谷城还有几成把握？据本王猜，你赤谷城粮草不过10日，现在还需供给汉军，饭都吃不饱，你拿什么跟本王打仗？而且本王折损兵将，比赤谷城折损的少啊！那个汉将，怀天杀，不就阵亡了？别轻举妄动。为了你城中百姓，还是接受本王的条件为好。王爷的意思是说，解忧要是不答应，您就一定会打进城？那是当然。夫人笑什么？解忧知道，匈奴军队善战，但是我乌孙的健儿和大汉的将士绝不会甘受屠戮。如果你一定要打，即使赤谷城烧成一片焦土，我们也不会坐以待毙。也许赤谷城真的会陷落，但是我保证，你得不到一个俘虏，而你的军队会在赤谷城下全军覆没，死无葬身之地，只够苍鹰和野狼分尸。从此以后再也回不到匈奴的草原，岂不可悲？不过解忧也不希望这样，所以才会跟大王提出送你一份厚礼。讲。解忧愿意停战，让你们回到匈奴，而且我可以保证，乌孙和大汉的联军绝不从后追赶。夫人，我带大军至此，岂可如此退兵？王爷，您在这赤谷城下消耗着粮草、军器，还有所剩不多的补给，马上就要入冬了。难道您希望您和您的部下在这城外度过寒冷的冬天？大单于的命令，不过是希望借你5万大军的威势，让我乌孙不战而降，交出我刘解忧，而绝不是让你拼光家产，只带我解忧一人回去领命，对吗？只要你肯撤兵，我会让汉军后撤30里，让你们安全地回到匈奴。夫人，倘若我退兵，您大单于处当如何交代？解忧不会让你空手而回。你忘了，我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你。什么大礼？常山西侯。常山？对。常山多次加害于夫人，夫人你能放他回家？跟我赤谷城相比，常山西侯的命一文不值，你尽可带他回去。好，夫人，你这份大礼，本王收了。王爷深明大义，解忧感激不尽。但是夫人，本王虽然走了，但大单于绝不会善罢甘休。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匈奴铁骑便会卷土重来。告诉大单于，我解忧就在这赤谷城中，随时恭候。走。匈奴兵退了！匈奴兵退了！
匈奴兵退了。这。 退了，真的退兵了。右夫人成功了。解忧公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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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殿下，昆明他……王兄，匈奴退兵了。昆明，哥。 殿下，昆明怎么样？夫人，昆明他。夫人，拜见昆明。拜见昆明。拜见昆明。快起来！昆明这么晚来了，是有何事啊？别叫我昆明，叫我温归就好。我想跟你好好说说话。昆明国事操劳，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解忧，你怎么了？你抬起头来看看我。 我是温归啊！乌孙国没有温归了，只有乌孙之王温归迷。
拜见大单于。童仆，你潜伏乌孙多年，耗尽我无数的人力财力，现在你已经失去所给予的一切，犹如丧家之犬，有何话可说？童仆，无话可说。要知道，现在的你对我来说，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。童仆知罪，但童仆还有最后一个请求。讲。童仆既无为单于拿下乌孙，最后功亏一篑，这都是拜刘解忧所赐。刘解忧害我失去了唯一的妹妹，也正是他死守赤谷城，让右谷离王无功而返。所以，童仆愿重返乌孙，替单于杀了解忧，请单于恩准。事成之后，童仆愿以死谢罪。公主，就算要走，又何必走得这么急呢？夜长梦多，既然决定要走，那就今夜走吧。公主，你不想走，你舍不得温归，你怕你改变主意是不是？这块玉佩，麻烦你帮我转交给温归。公主，马已经备好了，还带了几个亲信的卫士。冯辽，此次反汉，路途艰辛，你可以不必跟着我。公主，我若不死，就会一直保护你。西女，帮我跟安索克说一声谢谢他。好，再见，保重。文归，昆明，你怎么能当着满朝文武突然就跑了？这么说，解忧昨晚连夜就走了，看来是真的。怎么这么快就走了？也好。他走了，你就可以一心一意的为乌孙。
为什么要逼我做出这样的选择？当年我来西域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的季节，周围的草木和那个时候一模一样。不过来的时候我是向西，现在却是向东。路可以往回走，人生却不能重来。来到西域，后悔了吗？若是后悔，这一生有太多的事情要后悔了。如果没有遇见温归，没有暴露玉佩的身世，没有被皇上选为和亲公主，你说的对，人生没有回头路，也不应该后悔。如果真的要面对的话，我宁可笑着面对。唉，这一路只有我们2个人相伴，是不是有点寂寞？寂寞？怎么会呢？有一位绝佳的伴侣正等着我。绝佳伴侣？粉姑娘，干嘛这么看着我啊？姐姐，你真舍得王子尼吗？妹妹，现在的乌孙是温归的天下，我若是不走，别人岂不是会说我想母凭子贵，把持朝政？再说，我相信温归会把你当成亲生儿子的。可是离开了乌孙，你打算去什么地方呢？现在还没有打算呢。赤谷城已经没有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了。等你进入大汉疆土之前，我们做个伴儿好不好？正合我意。不过今天天色已经不早，歇息一晚，明日一早再出发可好？好啊。驾！啊！之前2个人恨之入骨，现在这般亲切。哇，女人太可怕了。你这人真奇怪。哪里奇怪了？现在昆明已经不在了，你大可以跟温归成婚，共同治理乌孙。可你倒好，在这个时候偷偷跑回汉地。我不能留下来。难道你不想陪在他身边吗？想。很多事儿不是你想就可以的。现在乌孙的昆迷是温归。如果我是你，为了自己心爱的人，抛下一切，在所不惜。再说，昆迷都不在了，你还要跟我抢他呀？姐姐，你我已经不是敌人了，可我依然说不过你。这么跟你说吧，这是我的选择，我也只能这样选择。即使心里再疼，也只能做这样的选择。小心！没想到我又回来了吧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经营乌孙和匈奴的关系，眼看就大功告成了，没想到最后却毁在你们手里。为此，我失去了心爱的妹妹，失去了单于对我的信任。
所以今天你们谁都别想活。义律，你疯了吧？这是单于的命令，你也敢违抗吗？我义律可以背叛单于，却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无辜。好，那我先杀了你。我要替怀天杀报仇！公主，快走！
好了，咱们就此别过吧。不知姐姐会去何处啊？匈奴我是不会再去了，也许我会去汉地，我还没去过呢，去看看也无妨。去汉地，真是太好了，也许我们还能再见。看缘分吧。你的命运还未可知。冯辽，我们也走吧。公主，我先去喂马，你们再说两句。你真的要走吗？对，别再问我这样的问题了。你知道我的心意。那好，那我便不要这乌孙昆弥之位。你疯了？我没疯。相比起这个乌孙昆弥之位，我心爱的女人更需要我。你现在是乌孙的昆弥，不要像孩子一样任性。你走了，乌孙谁来治理？乌孙还有安索克，有大陆，有纳林羽侯，还有很多愿意为乌孙的事操劳的人。可我只要你，我只想跟着我心爱的女人，她到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除了你，我别无所求。即便是你不要我，我也会跟着你。你知道，你甩不掉我的。解忧，我只想听你说一句实话。如果我愿意为你放弃一切，你还要赶我走吗？我走得离乌孙越远，我觉得我的心就越来越沉。可是你听我说，你真的不能离开乌孙。对乌孙来说，你是无可替代的。可是对于我来说，你是无可替代的。没有你，整个乌孙对于我毫无生机可言。你舍得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？我不舍得。